我年仅18就修炼到巅峰武圣境界，却在登基皇位后，人人都骂我是废物皇帝。不仅太后想要垂帘听政，就连在外的皇子都准备起兵逼宫。所有人都认为我是任人宰割的完美傀儡。可是只有我知道，我早已修炼到这个世界的最高境界。对于我来说，这一切不过就是我打发时间的玩物而已。而现在正是我上早朝的第一天。什么事？今天早朝结束了吗？说着，我打了个哈欠，就要起身离开。我最讨厌上早八了。以前当皇子都是睡到自然醒，也没人告诉我当皇帝要起这么早。早知道我就不当了。我现在满脑子只想着早点下班，去睡个回笼觉。这一幕让满朝文武都惊呆了。刚刚朝堂内还吵得不可开交，百官为了党派之私，不断爆出各种置人于死地的猛料。有些大臣即使变到脸色红温，上气不接下气，也未曾退让半步。大家本以为我这个新皇帝沉得住气，才一脸淡然地坐在这龙椅上。现在看来，我纯粹是在开小差，压根就没听进去他们在吵什么。御史大夫更是气得不行。在他这个负责纠察百官、维护朝纲的忠臣看来，我简直是不学无术。只要我展现出丁点威严，他肯定会极力支持我巩固地位。他原本满心期盼我是条乾隆，如今我的表现却让他失望透顶。他内心压根就不认可我是当朝天子，只把我当成了那个只会摆烂的六皇子。就在这个时候，帘后传来一道柔美而又威严的声音：“既然陛下乏困，暂且回宫歇息，朝政之事就由哀家和诸位大臣们商议吧。”这句话令整个朝堂一片哗然，哪有皇帝离开后朝会还能继续的道理？说话的正是把我推上皇位的太后。百官以为他只会借我这个傀儡徐徐图治，没想到他居然肆无忌惮的直接夺权。御史大夫这帮忠臣暗自咬碎了牙，满腔热血的开始新一轮的辩论。在他们看来，这简直是天策王朝开国以来的最大耻辱。百官看我真想走，只当我是怯懦，想回避争端，此时更是对我鄙夷到了极点，暗骂我没有血性，令皇家的威严荡然无存。其实真不能怪我，我平日里装作混日子的皇子，哪里懂处理朝政这些功课。此刻太后端坐于帘后，面对满朝文武犀利的言辞，她黛眉微蹙。作为世勋权贵的代表，她费尽心思把最弱的我扶上皇位。原计划只要我展现一丝皇家气派，她就能借势巩固大权，实现双赢。谁知我刚上朝就想溜，认定我是扶不起的阿斗后，她索性借那番话直接试探群臣的底线。若是这几天不稳住朝堂，等另外几位皇子杀回帝都，可就麻烦了。他们为了争夺皇位筹谋了一生，招揽强者死士，边疆立下战功，死死盯着这把龙椅。前阵子太子在帝都暴毙，皇子们怕惹嫌疑都不敢回来。我这个摸鱼划水的皇子，自然成了唯一留在帝都的血脉。老皇帝驾崩的猝不及防，我竟跳过太子，直接被推上了皇位。太后和重臣们本着快刀斩乱麻的心思，扶我上位以防大乱，严密封锁消息，想在其他皇子回来前生米煮成熟饭。我但凡有点出息，他们也不至于如此心寒。看着这帮人又吵成一团，我深感无奈。我想下个班容易吗？这都几点了还不让走？不过能让我早点下班的人终于来了。一道雄浑的声音从殿外传入，震彻整个大殿。我看六弟当不了这个皇帝，诸位也别为难他，我来当就是了。这句话令文武百官脸色巨变，太后心中也暗叫不好，因为敢放出此等狂言的，正是天策王朝的二皇子李显。话音刚落，李显便跨入殿内，一袭绣着金线交绒的华贵锦袍，步伐沉稳，每一步都尽显皇家威严。比起闲散的我，他身上的气质更像一位帝王。作为夺嫡的最大热门，他常年借修行之名招贤纳士，朝中党羽众多。当初太子暴毙，许多人怀疑就是他干的，只是苦无证据。他这么一出场，朝堂气压骤降，任谁也没想到他居然回来的这么快。太后和百官封锁的消息，简直封锁了个寂寞。刚正不阿的御史大夫手持护板不出列来，神色凝重地望向他。二皇子殿下，此言差矣，皇位已定，新帝已登基，此乃天意所归，民心所向。殿下身为皇室一员，当知大局为重，岂能因个人之私而扰我朝纲，乱我社稷？字字铿锵，透着对皇权底线的死死维护。敢当面硬刚二皇子的，也就剩这些有血性的忠臣了。李显并未恼火，谋划皇位10余载，他显然早有应对的准备。他嘴角勾起一抹冷笑，目光如炬地反驳：皇位传承自古以来便讲究德才兼备方能服众，试问我王朝历代先祖，哪一个不是文治武功皆备，方能开创这万世基业？御史大夫还没来得及开口，礼部尚书突然站了出来，敢问二皇子有什么资格说自己能够继承皇位？明面上是质问，实际上这礼部尚书早就沦为了李显的党羽，说白了他就是个铺垫情绪的托。有了这句捧哏，李显顺势朗声接话：诸位，如今国家看似安定，实则暗流涌动。在这太平盛世之下，文治固然重要，但若无强大的修为作为支撑，又怎能保我王朝千秋万代？我并非自夸，但在修行意图上我自认不输于人，今已到达观天境。话音刚落，一股浑厚的灵力自他掌心炸开，化作璀璨光柱盘旋舞动，气势磅礴如蛟龙出海。光芒之中隐隐响起了龙吟之声，震得整个朝堂都为之颤动。满朝文武无不震惊失色。修行意图共9大境界：开脉、明元、元神、洞虚、破虚、入合、观天、天渊、圣者境。大多数修士穷极一生也只止步洞虚，若达入合便可开宗立派，成为一方霸主。二皇子此等年纪竟已踏入观天境，这是何等逆天的天赋！若让他继位，未来突破天渊境绝对指日可待。有了这等实力坐镇，天策王朝何愁不开创新的盛世？听完这番慷慨陈词，一向死保我的御史大夫此刻心中都泛起了涟漪。他望着气吞山河的二皇子，仿佛那才是他理想中明君的模样。在反观宝座上的我，哪还有半点皇帝该有的样？将百官的震撼尽收眼底，李显内心无比得意。他很少提及文治，政绩也拼不过死去的太子和掌控兵权的三皇子，所以干脆亮出碾压级的武道绝学。在他眼里，观天境的修为碾压我这个废柴皇帝，简直绰绰有余。李显自始至终没正眼瞧过我，只顾着与百官辩论。在他看来，只要说服百官，再给太后施压，我这个傀儡自然会滚下皇位。就在他看向帘后时，龙椅上的我突然开口，然后呢？语气里满是嘲讽。李显瞬间
间震怒，一个傀儡皇帝也敢质疑他，他乃观天境修士，绝不能受此屈辱，当即就要给我一个血的教训。可下一秒，一股令人窒息的恐怖威压席卷整个大殿，我端坐龙椅，周身流光溢彩，大道鲜辉绽放，天花乱坠，地涌金莲，玄纹流转，神辉如虹，身后金光万丈笼罩大殿，9轮神环从天而降，环绕在我周身，即便我慵懒协作，浩荡龙威也让所有人胆战心惊。圣者神环，二皇子李显脸色巨变，唯有圣者境的顶尖强者才会凝聚神环，一轮便已是世间顶尖。这傀儡皇帝身上竟有9轮，一瞬之间，李显只觉自己在我面前如同风中残烛，方才意气风发的他此刻像败犬般僵在原地。他千算万算也没料到这个不起眼的弟弟拥有如此实力，圣者境是他连想都不敢想的境界。百官更是被吓得噤若寒蝉，内心掀起惊涛骇浪。天策王朝近500年来，唯有开国皇帝曾抵达圣者境。御史大夫激动得浑身发抖，喃喃道：“神佑我天策，神佑我天策！”连后一向沉稳的太后猛地站起身，死死盯着龙椅上的我，胸口剧烈起伏，内心的震惊丝毫不逊于旁人。我俯视朝堂，目光锁定李显，他瞬间被威压禁锢，动弹不得，恐惧油然而生。能让他畏惧的，从前只有先帝，如今我竟也让他如此惶恐。这便是圣者境的威压，这一切本就是他自找的。区观天境也敢在我面前炫耀，我本无意相争，他偏要拿修为说事，那他自然毫无胜算。这场惊变直接敲定了皇位归属，自古无人敢与圣者境争位，更何况我已是名正言顺的皇帝。大殿内鸦雀无声，针落可闻。原本众人以为朝会的主角是太后、宰相与护国大将军，三方派系即将掌控大权，半路杀出的李显已出人意料，而我的实力更是让宰相与大将军噤若寒蝉，连呼吸都小心翼翼。所有阴谋党争在绝对实力面前都形同虚设，我若动怒，在场无人能挡。我看向殿下贵妇颤抖的李显，开口道：“老二，臣在。”李显吓得当即跪地，再不敢以兄长自居。回想方才狂言，他早已汗流浃背，深知我若拿他开刀，无人能救。朕赐你的东西才是你的，朕不给，你不能抢，明白吗？臣明白，还望陛下恕罪。见满朝文武再无异议，我才微微颔首。本还觉得自己不配为帝，如今看来，这皇位舍我其谁？今天的朝会就到这里吧。左边第一个和右边第一个。下午来朕的御书房，我起身离去，再无人敢多言。百官躬身恭送，太后也只能等我离开后才敢退朝。李显依旧长跪不起，最后还是礼部尚书上前搀扶，他才勉强起身离殿。走出皇宫，礼部尚书劝道：“二殿下，您今天来的不是时候，要不然咱们先回去从长计议。”李显谋划多年，怎肯甘心？方才在殿中为保怒屈膝，离宫后胆子又起。你说的是，现在我帝都也不能继续待，我得去把我师父请过来。只有圣者境才能对付圣者境。他仗着有圣者境师尊撑腰，此次仓促回京才栽了跟头，心中暗恨自己反倒成了衬托我的垫脚石，只得暂且离去，再谋后路。另一边，天策王朝边陲，三皇子统帅精锐大军向帝都进发。他执掌边陲兵权多年，自认皇位唾手可得，即便李显抢先回京也无济于事。大军压境之下，无人敢挡。他正盘算着登基后的史官记载，前方信使疾驰而来。三皇子拆开信件，脸色骤变，当即下令撤军回边关。副官好奇询问，三皇子苦笑道：“老六藏得很深，居然是圣者境，把刚回去的老二都吓跑了。”副官闻言大惊，再不敢多言。三皇子深知圣者境可于万军之中取他首级，当即撤军，不敢有半分异心。我显露实力后，二皇子仓皇离京，三皇子撤军罢兵，而我早已回到寝宫睡起了回笼觉。御书房内，文官之首宰相赵文渊与武将之首镇国大将军郭破云正战战兢兢地等候，两人早早就换了常服赶来，半点不敢耽搁。换做以往的新帝，他们未必会如此恭敬，可面对圣者境的我，他们丝毫不敢挑衅底线。郭破云在殿内来回踱步近1个时辰，赵文渊忍不住道：“你别慌了行不行？你在我面前走了1个多时辰，你不累我看着都累。”郭破云无心争执，凑近低声道：“你说咱们这位陛下叫我俩来这里是什么意思？”赵文渊看似镇定，心中同样慌乱。先帝与其他皇子的脾性他尚且摸清几分，可我向来深藏不露，他一无所知。两人早朝时纵容党羽争斗，无视新帝，此刻生怕我杀鸡儆猴，所幸二人并未亲自开口，还心存一丝侥幸。不止他们，早朝争吵最凶的大臣个个惶恐不安，甚至有人备好后事，唯有忠臣满心欢喜，迎来了王朝500年最强帝王。下午3点左右，我才缓步走入御书房。两位来得这么早啊？宰相与大将军立刻躬身行礼，连声应道：“不早不早，我俩也是刚到，能受到陛下的召见是我俩的荣幸。我故意晾了他们3个时辰，便是要让他们明白君臣分寸。我不懂帝王之术，却清楚御下之道不可纵容，而我召二人前来，不过是为了完成系统任务。两位在帝都生活多年，对城东熟悉不？”赵文渊没想到我会问此问题，当即侃侃而谈，详述城东商贾税收与治理之策，句句尽显宰相才干，意在表明自己可分忧朝政。郭破云见状心急，生怕我弃他不用。我开口道：“既然如此，那你俩今天跟我去一趟城东。”二人面面相觑，却不敢违抗，只得恭敬应下。实力为尊，我有足够的底气让他们俯首帖耳。帝都城东繁华鼎盛，这是我第一次出宫至此，此行便是为了寻找开迈进中期的修士，完成系统任务。这个世界修士以经脉筑基，平日不催动灵力修为便难以察觉。我便想寻闹事的世家子弟动手，可一路逛去竟无一人滋事。我很快察觉端倪，此前珍宝殿中修士争执喧闹，我到后却一派和睦，众人目光皆看向郭破云，显然是他安排了暗卫清理事端。走到僻静小巷，我停下问道：“殿里那些暗卫是谁的手下？”两位重臣当即跪地。郭破云汗流浃背，回陛下：“是臣的下属。你既然知道我在微服私访，我想看到的就是真实的帝都，你这么做和糊弄我有什么区别？”郭破云连连请罪，我淡淡道：“罢了，你回府反省3日，不得出门。”郭破云谢恩离去，顺带撤走所有暗卫。我又问赵文渊是否有安排人手，他连忙称自己是文官，并无护卫，我这才满意。赵文渊一路随行介绍，不多时便到了星火战斗学院，此地乃是王朝顶尖学府，先皇也曾在此求学，往来皆是学院弟子，人才济济。奔波半日，我腹中饥饿，便寻了一家小馆就餐。店
小二身手利落，我随口询问才知他是学院寒门弟子，在此打工谋生。我对此颇为欣赏。用餐完毕，我才想起自己与赵文渊都未带银两，场面一度尴尬。店小二上前结账时，一位紫衣少女突然坐到我身旁，她名为林月娥，亦是学院学生，天赋出众，却被礼部官员之子纠缠。对方已毕业，相逼要她做小妾。她见我衣着华贵，似是皇族，便想请我帮忙解围。我直言，求人办事是要付出代价的。林月娥脸颊微红，点头应允。谁知我开口便是帮我付了饭钱。林月娥先是错愕，随即会意付了银两，只当我是故意打趣。我们一同前往礼部设宴的府邸，守卫却将赵文渊拦下，是座下人。他有苦难言，只能在外等候。晚宴乃是3大学院精英的交流会，实则沦为礼部官员子弟欺压学子的场所。二世祖们肆意挑衅，官员视而不见，学子们敢怒不敢言。我看着这乱象，心中已是不悦。林月娥的同窗好友围上前来，对我颇为好奇。我自报姓名李晨，与众人闲谈起来。学子们纷纷向我诉苦，诉说二世祖抢占资源，欺压弟子，甚至逼迫女学生陪酒之事。我冷声道：“放心，只要他们敢过来，来一个我打一个。”众人只当是戏言，并未当真。不多时，那名40多岁的礼部官员之子径直走来，无视我逼问林月娥：“我让你考虑的事情，你考虑的怎么样？”我二话不说，一脚将他踹飞，他撞翻桌椅，狼狈倒地，全场瞬间哗然。他吐着血怒视我：“你皇族很了不起是吧？皇族子弟就能够随便打人吗？”我耸了耸肩回道：“皇族就了不起了，怎么的？”一时间，围观众人都分不清到底是谁在闹事，反倒觉得我更像仗势欺人的一方。陈介气得浑身发抖，换作平日他早就对我破口大骂，吩咐手下动手伤人。可我一身龙纹绣边袍，明摆着是皇族身份，又有众多官员在场，他压根不敢放肆。可在他眼里，皇族也分3、6、9等，普通皇族空有身份无权无势，不过是个摆设。有种你就继续待在这里，咱们走着瞧。陈介深知打不过我，咬牙放下狠话，让手下扶着他去找人搬救兵。我毫不在意，反倒想看看这礼部的场务到底烂到了什么地步。可身边的众人全都慌了神，当众打伤朝廷命官的儿子，还见了血，这事根本没法私了。就算陈介肯罢休，在场官员也绝不会放过我。林月娥急忙凑过来，把陈介的底细一五一十告诉我。此人是礼部仪制亲吏司陈荣的独子，名叫陈介。陈荣掌管家里军礼，监管学务与科举，手握实权，门生遍地，这也是陈介敢横行霸道的底气。陈荣更是出了名的护犊子，今日这事处理不好，我少说也要蹲10年大牢。可我听完依旧神色淡然。林月娥见状，暗自觉得我后台必定极硬。她的小姐妹偷偷打听我的背景，我却直言我没有背景。这话一出，众人彻底惊呆了，没背景还敢打陈介？众人只当我是不知天高地厚的皇族旁支，看向我的眼神也多了几分怜悯。没过多久，陈介就带着救兵回来了。礼部仪制亲吏司陈荣一到场便成了全场焦点，不少官员争相上前巴结套近乎。陈荣声音低沉洪亮，官威十足，一举一动都透着居高临下的傲慢，显然早已习惯了这种场面。陈介站在他身旁，一脸得意，仿佛已经看到我跪地求饶的模样，满心想着要加倍报复回来。是谁在这里打人？给本官站出来！陈荣厉声大喝，官腔十足。他不问谁打了自己儿子，反倒以闹事为由问责，摆明了要站着法理严惩我，既显得公正又能护短。以往都是儿子惹事他强行摆平，如今儿子被打，他更是要拿捏姿态。就算打人的是皇族，他也站着道理。可他话音刚落，回应他的便是一记响亮的耳光，砰！陈荣顺着儿子刚才的方向直接被扇飞出去。他年过6旬，这一巴掌险些要了他的老命，全场瞬间死寂。众人吓得瞠目结舌，打皇族子弟也就罢了，顶多牢狱之灾，可当众殴打朝廷命官，若是闹到朝堂不死，也要流放边疆。林月娥也看呆了，她见过行事狠厉的人，却从没见过我这样一言不合就动手的。陈荣又气又怒，陈介更是一脸无辜地看着他，仿佛在说自己就是这么挨打的。眼前这人根本不讲道理。陈荣吐出口血，怒视着我吼道：“你皇族很了不起是吧？皇族子弟就能够随便打人吗？”我嘴角微抽，淡淡说道：“能不能换句话？这话我听过了。”陈荣咬牙切齿：“好好好，你给我等着，明天早朝我一定要让尚书大人参你一本。”此言一出，全场哗然，众人都觉得这是彻底没了转圜余地，我却直接被逗乐了。参我，堂下何人状告朕？陈荣见我沉默不语，以为我怕了，厉声喝道：“怎么，现在知道错了？晚了！”现场气氛焦灼到极点，众人纷纷猜测我下场会是牢狱之灾还是流放边疆。林月娥悄悄扯了扯我的衣袖，小声说道：“要不然咱们还是快跑吧。”她已经想好了退路，打算带我找个宗门隐姓埋名躲起来。我摆了摆手，淡然道：“没事，我只是想打出来一个认识我的而已。”众人满脸疑惑，压根听不懂这话的意思。毕竟陈荣品级不够，连早朝都没资格上，自然不认得我。俗话说打了小的来老的，我就是要等来头更大的人出现。众人议论纷纷之际，一道通传声响起，礼部尚书到。礼部尚书严海缓步走路，面容肃穆，气场威严，周围众人纷纷拱手行礼，满是敬畏。陈荣立刻快步上前，一改此前的盛气凌人，像个受委屈的孩子一样告状。严海眉头紧锁，打算严惩这个胆大妄为的皇族子弟，树立威信。可当他走到我面前时，却瞬间跪地，行礼速度快得惊人。微臣严海参见陛下。这一跪彻底惊呆了全场，下一秒，满府邸的人全都跪倒在地，叩拜声此起彼伏。学生参见陛下，微臣参见陛下。方才喧闹的府邸瞬间变得鸦雀无声，我周身威压席卷全场，天地都为之震颤。在场官员被压得浑身发抖，额头紧贴地面，连抬头的勇气都没有。学子们这才恍然大悟，难怪我自称没有背景，还敢动手打朝廷命官，因为我本就是皇帝，本身就是最大的背景。林月娥更是惊恐万分，她怎么也想不到，自己随手找来的挡箭牌竟是当朝天子。现场最惊恐的莫过于陈荣父子。陈荣得知我身份，又想起自己扬言要参
贪我，当场吓得昏死过去。陈介脸色发紫，恐惧到失禁，他就算再蛮横，也不敢和皇帝叫板，挨打在站里也没用。沿海，臣在。沿海吓得手心冒汗，生怕我拿他开刀。换做其他皇帝，处置他还要顾及法度，搜罗罪证。可我是圣者境皇帝，早已超脱世俗法度，想杀想罚全凭心意。他已经做好了被抄家严惩的准备，我却开口问道：“你没有实权吗？”沿海一愣，小心翼翼回道：“陛下，我该说我有，还是没有？”我扫了一眼在场的纨绔子弟，对他说道：“那这些人是怎么混进来的？”沿海瞬间明白，我是在为学子们不平，只要不是针对他，一切都好说。他立刻恢复尚书气度，下令将所有纨绔子弟全部押走，连带其背后的官员一并撤职查办，火速查清罪证，还学子们公道。对于陈荣父子，他更是会从严处置，碍眼的人被全部清走，府邸瞬间清爽了不少。我让众人不必拘束，直言在场学子都是王朝未来的栋梁，今晚可以畅所欲言，有任何不满和诉求都可以告诉沿海，他会尽力解决。沿海虽有些错愕，却也不敢违抗。学子们有我撑腰，纷纷上前诉说委屈。沿海命手下一一记录，看着学子们纯粹又期待的眼神，沿海心中泛起久违的热血，想起了自己为官的初心。他此前为了权势同流合污，纵容手下胡作非为，此刻终于找回本心，踏踏实实做起了礼部尚书的本职工作，也打心底觉得我才是真正的明君。学子们也觉得我威严又亲民，纷纷心生拥戴之意。晚宴过半，我才想起被拦在门外的赵文渊，吩咐沿海去门口接人。沿海满心疑惑，赶到门口却看到赵文渊袖着手，满脸怨气的站着。他连忙上前询问，反倒被赵文渊劈头盖脸一顿训斥。毕竟是礼部守卫将当朝宰相拦在门外，沿海也只能低头受着。我告知学子们日后会常来学院，还会抽空指点他们修行。众人瞬间热血沸腾，满心感激。晚宴散场，我先行离开。林月娥全程没机会和我说话，只能望着我的背影出神。身边小姐妹惋惜她没把握住机会，暗示我尚未娶妻，劝她攀附皇权。林月娥却一脸严肃的回绝，话不能这么说，陛下只是在微服私访的时候偶然遇到了我，帮我解决了问题，顺便给我们改善了修炼环境，提高了学院的福利。我觉得我们需要做的不是整天想着攀龙附凤，而是努力的修炼，将来尽自己的一份力，为天策王朝做贡献，这才不枉费陛下对我们的栽培。他深知人贵有自知之明，从不做不切实际的幻想。小姐妹见状，又问他呆立原地的缘由。林月娥轻叹，我只是在想，陛下的恩情还不完啊。这场晚宴，众人皆大欢喜，我解决了学院多年的顽疾，收获了学子们的忠心。可我本人却满心郁闷。回到寝宫后，我才发现系统任务压根没完成。我明明动手2次，陈介好歹在学院待过，怎么会不符合要求？系统提示随即响起，经检查，宿主所击败的2人修为分别是宁元境巅峰和吴修为，宿主并没有击败开麦境中期的修士，所以任务无法结算。我顿时语塞，宁元境比开麦境还要高1级，系统居然非要卡着开麦境中期，高一点都不算。以我的修为，想找高手交手轻而易举，想找刚好符合标准的弱者，反倒难上加难。好在任务剩余时间充足，我只能打算抽空再去城东一趟，顺便琢磨是不是自己的方法不对。起初我想着以皇帝身份带下属出门找人动手完成任务即可，可如今想来，系统或许是想让我隐藏身份，独自行动，只是我一时摸不透其中用意。次日早朝，我依旧一副无精打采的模样，殿下百官却个个精神抖擞，尤其是礼部尚书沿海，满面春风。今日朝会和昨日截然不同，大将军郭破云被罚在家反省，太后以身体抱恙为由缺席，宰相赵文渊依旧沉稳，朝堂气氛格外肃穆，所有人的目光都紧盯着我，一举一动都被众人反复揣摩。朝会刚开始，沿海便递上查办名单，将礼部一众官员的罪状查得一清二楚，连陈荣年少偷鸡的琐事都没放过。我懒得细究，只吩咐他依法严办。沿海心领神会，将这群以权谋私的官员全部发配挖矿。随后，百官依次汇报政务，公事翻新，官道修缮，各地民情，琐事堆积如山。我第一次觉得当皇帝像坐牢，光是听汇报就要耗费几个时辰，还有大批奏折等着批阅，实在头疼不已。越发不理解其他皇子为何挤破头要争皇位。好在我有偷懒的法子，小事交由百官自行处理，大事便询问赵文渊。这套规矩是先帝定下的，百官深谙其道，只需我点头许可即可。朝会过半，兵部尚书突然出列启奏：启禀陛下，微臣得到边关急报，三皇子殿下在边关有谋逆之心，前日已起兵造反，大军正朝着帝都开拔而来，形势危急，望陛下早做决断。他的声音响彻大殿，字字沉重，百官脸色骤变，议论纷纷。众人震惊的不是三皇子造反，而是他竟敢造圣者境皇帝的反，这和找死毫无区别。只因古代情报传递迟缓，三皇子早已撤军，这边尚未收到消息。百官心里清楚，兵部尚书是太后的人，太后今日缺席，摆明了是在幕后操控，想借此事挑拨我和三皇子内斗，坐收渔翁之利。赵文渊城府极深，一眼看穿了这场阳谋，却也一时没想好破解之法。他原本支持我登基，是因为我无党羽，不会威胁他的地位。得知我是圣者境后，便一心想做忠臣，只求保住相位。太后野心勃勃，扶持我本是想把我当傀儡，伺机夺权，甚至想效仿他国登基为女帝。赵文渊暗中调查多年，发现太后所在的世家疑似与前朝余孽有勾结，只是苦无证据，不敢贸然揭发。眼下这场阳谋无解，我若是不处置三皇子，有损皇威，日后必有人效仿造反。若是严惩，三皇子必定拼死反抗，朝堂必将大乱。可我听完，只是打了个哈欠，淡淡开口：既然老三要造反，那你就去把老三抓回来。这话直接让兵部尚书愣在原地，他只是上报消息，哪里敢去对抗三皇子的大军？赵文渊立刻沉声呵斥：怎么，你莫非想要抗旨？兵部尚书瞬间慌了神，这顶帽子他可担不起。他这才反应过来，我轻松破解了太后的阳谋，把矛盾转移到了太后和三皇子身上。他若是不去，便是抗旨不遵，直接就能被革职查办，削弱太后势力；若是去了，便是替太后趟雷。在我和赵文渊的双重施压下，他只能领旨，打算退朝后立刻请示太后。本该举国震动的兵变，在朝堂上却轻描淡写的解决了。百官纷纷感慨，这就是圣
圣者敬皇帝带来的底气，由我坐镇，王朝安稳无忧。临近中午，我终于熬完早朝，太后请宫内。宫女早已将早朝的消息禀报给太后。太后听完，脸上露出玩味的神色，她着实小瞧了我，接连2日被我出乎预料的举动惊到，但她底牌众多，丝毫不慌，打算给我一个教训，让我认清谁才是皇宫的掌权者。太后驾到，我正在用午膳，太监的通传声响起，太后缓步走入，语气温婉，浑身透着成熟妩媚的韵味。看来哀家来的不是时候，不会打扰到陛下用膳吧？她说完，挥手屏退左右宫人，还顺手关上了店门，打算单独与我周旋，暗中设套。我一脸懵，我正在吃火锅，关门岂不是更闷热？太后不由分说坐在我身旁，本想开口发难，目光却被眼前热气腾腾的火锅吸引。陛下，这是何物？怎么还冒着泡泡？这是我按照记忆研制的火锅，红油翻滚，肉香四溢，食材皆是珍稀灵物。我夹起一片雪域灵牦牛肉，答道：“这叫火锅。”太后盯着肉片，咽了咽口水，嘴上推辞：“那哀家怎么好意思呢？”我随口找了个台阶，今天准备的食材有点多，可能吃不完，倒掉可就浪费了。太后立刻顺水推舟：“行吧，既然陛下这么说，那么哀家就帮陛下吃一些，可不能浪费了食物。”她早已饥肠辘辘，又被火锅香味勾得馋虫大作，全然忘了此行的目的，拿起筷子大快朵颐。雪域灵牦肉质鲜嫩，冰莲玉豆腐入口绵密，食材还蕴含灵气，能滋养修为。太后越吃越热，忍不住宽松了衣襟，毫无往日端庄仪态。一顿饭下来，太后几乎吃光了所有食材，吃得小腹微隆，险些连锅底都喝了。我见状，开口提醒太后：“你来我这里不会只是为了吃顿饭吧？”太后这才回过神，想起正事，柔声问道：“陛下在当皇子期间，可有什么心上人？”他的算盘打得精明，鼓动皇子闹事给我施压，再假意帮我解围，换取信任，再用美人计安插亲信在我身边，吹枕边风，牢牢把控我。我身为圣者境强者，本就是各方势力争抢的对象，太后只想拉拢，从没想过要害我。我如实答道：“没有，我常年身居宫中，除了宫中女子，极少接触外人，眼界也被养得极高。”太后见状，继续劝说：“陛下既已登基，就应该早点开枝散叶，为皇族留下血脉。”我直言：“太后这么说，是有合适的人选？”太后立刻掏出早已备好的名单，上面共有10人，出身世家、勋贵、宗门、藩王，其中8人是他的心腹，才貌双全，剩下2人貌美高冷，背后有圣者境撑腰，看似多选，实则是太后设下的必选题。陛下，不知道您看中哪一个？哀家可以传唤他们进宫。我直接把名单收进袖中。太后微微惊讶，问道：“陛下的意思是全部都召唤进宫？”我的意思是一个个来。我从没想过故作清高，我身为满级武圣，又登基为帝，容貌绝世，体魄强悍，本该享受帝王之福。朝堂党争我看得通透，却懒得插手。只要百官各司其职，不犯大错，我便不想打破先帝留下的平衡。在绝对实力面前，一切阴谋诡计都是浮云，谁敢挑衅，我便直接镇压。太子死因成谜又如何？王朝暗流涌动又怎样？我有圣者境修为护身，无人能伤我分毫。我也清楚，太后选的女子绝非庸脂俗粉，暂时也看不出她有害我的心思。这份好意，我没必要拒绝。我扫了一眼名单，随口说道：“行，那就她吧。”我先去御书房批阅奏章，人来了告诉我一下，我选中的是楚若烟，帝都名门楚家长女，也是帝都双绝之一。楚家只是2流世家，背靠太后侄子，家族老祖是观天境修为，年事已高，家族随时可能没落。好在楚家出了楚若烟这个奇才，她天赋绝顶，容貌绝世，年过20，身段玲珑，引得无数权贵子弟疯狂追求。楚若烟自幼天资出众，被家族捧在手心，也养成了高冷骄纵的性子。她心里清楚，家族一直把她当作联姻工具，妄图靠她稳固家族地位。她向来不屑于此，始终觉得家族兴盛要靠自身实力，而非攀附权贵。楚若烟一心靠修为立足，如今已是洞虚境中期，在帝都同辈里修为拔尖。围在她身边的追求者中，属3人最出众：勋贵子弟刘浩，破虚境后期，家世显赫，落魄世家的萧敏，破虚境中期，战力逆天，越级对战是家常便饭；还有外来豪门子弟吴奇，破虚境初期，整日吹嘘自家老祖是天渊境强者。3人皆是帝都顶尖天骄，对楚若烟一见倾心，痴缠多年，为了她屡次大打出手。这天，楚若烟正在楚家训练场苦修，丫鬟急匆匆跑来，传了陛下召见的消息。消息一出，楚家彻底沸腾，垂垂老矣的老祖眼神都亮了几分，家主更是激动的手足无措。众人都清楚，新皇上无妃嫔，若是楚若烟能被看中，楚家必将一跃成为顶尖世家。此时，3位追求者正跟在楚若烟身边，他抬眼看向3人，淡淡开口：“你们都听到了吧？”刘浩脸色骤变，当即找借口开溜：“天色不早了，我母亲还在家等我用饭，我先走了。”话音未落，他便头也不回地狂奔离去，速度比被妖兽追杀时还要快。他深知得罪皇帝的下场，半点不敢逗留。吴起脸色一阵青一阵白，紧随其后找了借口：“我家老祖托我采买物件，我得赶紧送去，就此别过。”说罢也火速逃离，生怕惹祸上身。唯有萧明站在原地，嘴角微扬，语气坚定：“若烟，我对你是真心的，你放心，我会想办法。”这番举动让楚若烟心头一暖，对他的好感骤增。楚若烟轻叹一声，无奈问道：“可是你能有什么办法？”他与3人相处日久，并非毫无感情，只是不愿沦为联姻工具，更不想被困在冰冷的后宫。此刻他甚至暗想，若是萧明能带他远走高飞，他定会毫不犹豫。萧明拍着胸脯，眼神炙热：“给我7天时间，到时候我一定会带你走。”楚若烟心头一惊，提醒道：“可我听说陛下可是圣者境。”萧明满脸不屑，朗声回道：“圣者境又如何？我可不怕圣者境。”这话让楚若烟燃起了希望，他深知萧明行事神秘，还有一位
身份不明的师傅，或许真有脱身之法。他不再多言，转身更衣，准备入宫面圣，心底还抱着一丝侥幸，或许陛下只是召见一时，并非要内妃。萧明目送楚若烟离开，随即走到僻静街巷，往贴身项链中注入灵气，呼唤藏在其中的师傅。此前他收服灵宝石遇险，全靠项链里的圣者残魂出手相救，此后残魂便一直在休养。师傅，您的伤好些了吗？萧明语气急切，项链中很快传来苍老的声音：事情老夫已知晓，徒儿莫要着急。萧明咬牙切齿，那昏君就是个傀儡，根本配不上若烟，我和若烟才是真爱。残魂语气霸道，满是当年称霸天下的傲气。老夫支持你的决定，那女娃体质特殊，对你以后修炼有帮助。既然你和她是真心相爱，那抢过来便是。萧明大喜过望，连忙询问计策。残魂认定我只是靠外物虚张声势，扬言7日之内恢复修为，便帮他抢走楚若烟，逃离帝都。萧明当即开始谋划逃跑路线，满心等着带心上人远走高飞。与此同时，楚若烟在宫女的引领下缓步走向御书房。宫门外，楚家众人翘首以盼，老祖亲自到场，家主更是心急如焚，一心盼着女儿能留住陛下的心。楚若烟踏入皇宫，满心抗拒，只觉得皇宫冰冷压抑，唯一的念想便是萧明的7日之约。她身着家族精心挑选的衣裙，身姿曼妙，容貌绝艳，本以为我会被她的美色吸引，露出失态模样，可我抬眼扫了她一眼，只是淡淡开口：我还有些忙，你先找个地方坐下吧。这平淡的反应让楚若烟错愕不已，她抬眼看向我，瞬间愣在原地。我容貌俊朗非凡，周身龙威浩荡，仙气萦绕，自带君临天下的气度，远超她见过的所有男子。此前的排斥与厌恶，顷刻间烟消云散，只剩满心震撼与好奇。楚若烟在一旁静立，没过多久，护国大将军郭破云便匆匆入内。此人战功赫赫，是王朝战神，此刻却满身泥土，恭恭敬敬地跪在我面前。我看着他满身泥污，随口问道：你这一身怎么回事？郭破云连忙回话：咱不是被陛下罚禁足3日吗？闲着在家里种点菜，这不是听到陛下的召见，立马就跑了过来。我挑眉，语气带着几分戏谑：哟，你这是在和我抱怨？郭破云吓得连忙磕头，诚惶诚恐，不敢不敢。陛下召微臣何事？我沉声问道：太子出事的时候，是你负责给他护卫吗？郭破云瞬间冷汗直流，急忙喊冤，细数自己多年的忠心与功绩，便解释太子提前撤走了他的护卫。我懒得听他赘述，摆了摆手：好了好了，我也就是问问，你先回去吧。郭破云刚起身，又被我叫住。我淡淡开口：等一下，陛下还有事吗？禁足7日。郭破云满脸苦涩，却不敢违抗，谢恩后战战兢兢地退下。这一幕让楚若烟彻底惊呆，她万万没想到，威名赫赫的大将军在我面前竟如此畏惧。此前流传的傀儡皇帝传言不攻自破。郭破云刚走，晋安王李隆裕便步入御书房，他是我的亲叔叔，素来高傲，若非知晓我是圣者境，根本不会前来。我直接将一份弹劾奏章丢在他面前，冷声问责，上面写着你进来纵容属下抢征良田，你可别说跟我你不知道啊。晋安王起初还想敷衍推脱，试图以亲属身份求情，我眼神一冷，点明此事的厉害，直言此举会祸乱民心。晋安王瞬间吓得面无血色，扑通跪地，连连求饶，承诺归还良田，赔偿百姓。我懒得深究，冷声下令，罚你1年俸禄，3日内办妥所有事宜，若是阳奉阴违，别怪我不念情分，赶紧滚。晋安王如蒙大赦，连滚带爬的离去。楚若烟看在眼里，心中越发敬畏。我秉公处事，不徇私情，全然没有皇族的骄纵跋扈，让他心生崇拜。随后6部重臣、禁军骨干等实权官员陆续入内，这些平日里高高在上的大人物，在我面前个个战战兢兢，跪地请罪，尽显惶恐。楚若烟静静旁观，彻底颠覆了以往的认知，对我的敬意又深了几分。我伏案批阅奏折，足足忙了数个时辰，才放下手中笔，看向楚若烟，露出歉意的笑容：不好意思，让你等这么久。楚若烟连忙摆手，神色慌张又恭敬：不，陛下，您别这么说，您这是有公事要办，能在百忙之中抽空见草民，那已是草民的荣幸。我本想抽空与他外出闲谈，加深了解，可太监总管又抱着堆积如山的奏折入内，奏报各地急件与密报。我满心无奈，只能让宫女安排茶点，让楚若烟在旁等候。御书房内的茶点皆是珍稀贡品。楚若烟看着平日里难得一见的龙涎玉露糕，满心惊叹，她一时没忍住，品尝了几块，不慎打碎茶杯，慌忙跪地请罪。我并未怪罪，只让宫女收拾妥当，又命人添了新的茶点。楚若烟坐在一旁，静静看着我批阅奏折。我专注处事的模样，心怀天下的气度，让她渐渐动了心。以往那些追求者的争风吃醋，在我面前显得无比幼稚，她再也提不起半点兴趣。忙至傍晚，我终于处理完所有政务，便传膳与楚若烟一同用晚膳。席间我语气亲和，耐心询问她的喜好，顺着她的话题闲谈，气氛轻松融洽。楚若烟渐渐放下拘谨，眉眼间满是笑意，对我的好感愈发浓厚。夜色渐深，楚若烟告辞离宫，回到楚府，全家上下围上来打探消息。她只说陛下待人宽厚，二人并未谈及私情，可眼底的崇拜与欢喜早已出卖了她的心思。家主见状，悬着的心彻底放下，深知此事大有希望。楚若烟回房途中，萧明突然现身拦住她。楚若烟下意识拢紧衣领，轻声问道：你怎么在我家？萧明连忙后退几步，别过视线，故作正派：若烟，我这是来告诉你好消息，我师父已经答应帮我们离开帝都。他满心认定我欺凌楚若烟，发誓要报仇雪恨，还叮嘱他拖住7日，便火速离去。楚若烟站在原地，满心复杂，此前的私奔念头早已在见到我之后烟消云散，可萧明的执念又让他不知该如何收场，心底泛起阵阵愁绪。我心里清楚，楚若烟对我也有几分好感，根本不会想着跟萧明私奔。他家境尚可，
一边是跟着萧明风餐露宿，前途未知；一边是留在皇宫享尽荣华。换做谁都知道该怎么选。萧明不过是个潜力股，未来能走到哪一步还是未知数。而我早已站在这个世界的巅峰，是手握实权的天策帝王，权势登顶，容貌更是世间少有，实力深不可测。楚若烟会动心，再正常不过，并非她趋炎附势，而是我的条件摆在眼前。短短1日相处，没有哪个女子能扛得住。我本就深谙人心，清楚自己的优势，对付这般心性纯粹的少女，只需正常展露心意便足够。楚若烟回到房中，根本静不下心修炼，满脑子都是我的模样。夜里躺着，也在回想御书房里发生的种种。她渐渐回过味。大将军郭破云满身泥土来请罪，说自己在仲裁，分明是刻意示弱，打消我的顾虑。晋安王李隆裕起初装傻充愣，仗着皇叔身份敷衍了事，直到我动怒拿民心施压，才吓得跪地认罚，不敢有半分推诿。他也看出来我年纪轻轻，却能把这群老狐狸拿捏得死死的。想起我昨晚约他次日再见，楚若烟满心欢喜，嘴角带着笑意睡去。次日一早，他便心神不宁，纠结穿什么衣物合我心意，来回换了好几套，连丫鬟都看出来他心绪大变。往日他素面朝天，随性自在，如今竟在一起容貌身段，迟迟等不到我的传唤，更是坐立难安。还是母亲在一旁宽慰，才静下心来。陛下刚继位，事务繁忙，这会儿怕是还没下早朝。你看你急的，谁急切了？我们只是约好了而已。娘快出去，我还在换衣服。楚若烟脸颊泛红，满是羞涩。这可是你说的，娘活了大半辈子，穿搭的经验可比你丰富，确定不问问？女儿知错了，娘快帮我挑挑。另一边，我刚结束早朝，又是群臣争执不休的一天。今日朝会的核心便是宗门管制一事。世间宗门势力庞大，部分宗门坐拥胜者强者，早已超脱世俗管束，在地方威望极高，甚至压过府衙一头。正派宗门上能与朝廷和睦相处，遇着妖兽作乱、邪修害人，还能出手相助。历代帝王不愿过多干涉，说到底也是管不住。可近些年，宗门势力不断扩张，弟子鱼龙混杂，宗门间矛盾频发，还结成了缥缈仙盟、九渊圣域、紫霄天宫等大型联盟。起初联盟只为调解纷争，如今却沦为争抢地盘、掠夺资源的工具。但凡有神物、矿脉出事，便大打出手，搅得地方民不聊生。这些联盟高手如云，朝廷根本无力镇压。换做别的皇帝，百官绝不会在朝堂提及此事，免得让帝王难堪。可我是胜者敬帝者，是500年最强君主，百官才敢上奏，请我出面管束。昨日批阅奏折，我也看到多地官员上报，不少恶徒藏身宗门，府衙无可奈何，甚至有宗门弟子擅闯军营，扰乱军纪。此事确实棘手，我尚未接触过宗门势力，打算先探查一番再做决断。毕竟宗门利弊共存，合理管制才是长久之计。早朝散后，我回到御书房，昨日处理了大批奏折，今日仅剩寥寥几本，很快便批阅完毕。伸了个懒腰，我看向系统任务倒计时，依旧在转动。想起楚若烟家就在城东，正好叫他做向导，既能找机会完成任务，也能拉近关系。我当即吩咐太监去传唤楚若烟。没过多久，一道高挑的身影踏入御书房，我抬眼望去，正好对上他清澈的目光。楚若烟抿紧嘴唇，微微低头，满是羞涩。草民参见陛下。他跪地行礼，比起昨日的局促，今日显然做足了准备，一身浅紫色罗衣，衣襟绣着碎花，身姿窈窕，眉眼间满是少女娇巧。起来吧，我淡淡开口。楚若烟缓缓起身，神色依旧紧张。我主动开口，说自己要去城东巡视，问他是否熟悉此地。楚若烟顿时来了精神，拍着胸脯保证自己自幼在城东长大，对这里了如指掌。我换了身常服，隐瞒帝王身份，还特意备足了银两，吸取了上次忘带钱的尴尬教训。城东是帝都核心商圈，商铺林立，来往皆是权贵富豪。我带着楚若烟先走进了霓裳羽衣阁，这家店用料考究，做工精湛，是帝都权贵最爱的成衣铺。我随手指着一件长袍，问楚若烟：“这件衣服你喜欢吗？”楚若烟看着价格不菲的锦袍，心头欢喜，却碍于矜持，摇了摇头。我懒得客套，直接对掌柜吩咐：“听到了，这件他不喜欢，除此之外全部打包。”这话一出，掌柜和楚若烟全都惊呆了。这家店的衣物件件价值千金，这般扫货的架势，他们从未见过。我不差银两，直接付了银票。掌柜毕恭毕敬，连忙安排人送货上门。楚若烟还没回过神，我又带着她进了绮罗轩，这是帝都顶尖的女子胭脂铺。但凡楚若烟多看一眼的物件，我全都下令打包，豪气冲天。店铺老板亲自出面接待，把楚若烟夸得天花乱坠，承诺日后新品优先供给。这等礼遇，就连百年勋贵都未必能享有。楚若烟神色恍惚，平日里她买一件平价胭脂都要斟酌许久，如今最贵的珍品如同批发，这般霸道的偏爱让她彻底沦陷。周围女子艳羡的目光更让她满心欢喜。我并未止步，又带着她走进金玉满堂，这是专供皇室的珠宝首饰店，店内珍宝无数，举世无双的星辰之类也陈列其中。楚若烟往日只是路过，从不敢踏入，此刻她还没细看，我便下令将店内首饰全部打包。楚家上下看着源源不断送来的珍宝，个个惊骇不已。暗处，刘浩和吴奇看着这一幕，满心酸涩。刘浩是勋贵子弟，平日里在帝都风光无限，可看清我身份后，连上前争抢的勇气都没有，只能躲在角落。吴奇也躲在一旁，和刘浩面面相觑。两个往日意气风发的天之骄子，此刻只剩同病相怜。吴奇不甘心，故意拱火怂恿刘浩上前，没想到刘浩非但没闹事，反而径直朝我走来。我正准备找地方用膳，刘浩走上前来，故作偶遇，笑着对楚若烟打招呼，又看向我询问身份。楚若烟神色慌张，生怕他惹事。我主动开口，我叫李晨，是若烟的朋友。刘浩瞬间换上恭敬的神色，连连拱手，原来是李晨兄，幸会。若烟姑娘美若天仙，也只有李晨兄这般人物才配得上她。这话让我颇为受用。刘浩顺势自我介绍，又热情邀约，我知道附近有家醉仙楼，菜品绝佳，我做东，请李晨兄和姑娘前去品尝。我欣然应允，一行人前往醉仙楼。暗处的吴奇见状恍然大悟，连忙跟上前，借着和刘浩打招呼的由头，顺势加入了饭局。这两人极为上道，全程殷勤备至。刘浩主动为我先连开
开门，吴奇贴心为我挪开座椅，席间我刚有可疑，吴奇立刻倒酒，我筷子停在某道菜上，刘浩立马吩咐小二夹菜，两人对我知无不言，句句都是实话，丝毫不敢隐瞒。楚若烟反倒成了局外人，全程插不上话，心里满是失落。酒过3巡，我对两人有了大致了解。刘浩是勋贵之后，家族祖上战功赫赫，如今渐渐衰落。吴奇是虎踞城城主之子，虎踞城是王朝边关要塞，紧挨蛮荒森林，两人修为分别是破虚境后期和初期，在同辈中算是顶尖高手，自然比不过关天境的李显，更比不上我。楚若烟喝了闷酒，起身离席去茅厕。刘浩见状，趁机凑近我，低声说道：“李晨兄，我有个族姐，生得倾国倾城，若是你看得上，我立马安排。”吴奇一听，不甘示弱，端着酒杯笑道：“李晨兄，别听他的，我有个姑姑，乃是人间绝色，至今待字闺中，只要你开口，我连夜让她赶来。”两人互不相让，当场争执起来，眼看就要动手。刚回来的楚若烟看得目瞪口呆，我一眼便看穿，两人早已认出我的帝王身份，这番讨好无非是想攀附皇权，我并未点破，抬手轻轻一拦，便平息了这场闹剧。两人再不甘心，也不敢在我面前放肆。天色渐晚，饭局结束，刘浩抢先付了账，两人恭敬道别。今日目的已经达成，在我面前留下了好印象。今日出行虽有小插曲，可我的系统任务依旧没完成，好在剩余时间充足，我也不急，正准备送楚若烟回府，街边传来剧烈的灵力波动，以我的感知力，一眼便察觉出至少是陆河境强者在交手。帝都繁华闹市，竟有人敢如此放肆，我心里泛起一丝不悦。另一边，刘浩和吴奇从最先楼出来，一路拌嘴，喝得醉醺醺的，没看路，径直撞上了一行人。刘浩修为高深，后退几步稳住身形，吴奇却被撞得一屁股坐在地上。两人酒醒大半，看着眼前之人，神色凝重。对方身着兽皮绸缎，身上带着浓重的杀气，腰间配着利刃，一看便是北方王庭的贵人。刘浩不想多生事端，扶起吴奇打算离开，可王庭之人却不依不饶，围了上来。为首的男子高大威猛，手上戴着雄鹰戒指，满脸不屑：“你们天策王朝的人都这么没礼数，撞了人就想走？”刘浩本就看不起外族，闻言瞬间怒了：“这条路是你家开的，你也配教我礼数？”男子名为阿尔泰，是王庭使臣，身旁是他弟弟阿塔德。两人本就因商铺被扫空，心情烦闷，故意撞人找茬立威，没想到刘浩竟敢顶撞。阿尔泰脸色一沉，厉声喝道：“没教养的东西，今日我替你爹管教你！”话音未落，阿尔泰一掌拍出，气势磅礴，地面瞬间被砸出深坑。刘浩和吴奇脸色大变，连忙催动灵力躲闪，方才若是慢一步，必定重伤。两人被彻底激怒，当即出手反击。阿塔德冲向刘浩，阿尔泰独自迎战吴奇。阿尔泰修为高出吴奇一个境界，出手狠辣，招招致命。吴奇很快落入下风，被打得节节败退。阿尔泰得势不饶人，一掌朝着吴奇胸口轰去。这一掌若是打实，吴奇必定肋骨尽断。吴奇身形不稳，根本无法躲闪。刘浩被阿塔德缠住，无力救援，眼看就要重伤，我缓步上前，单手抓住阿尔泰的手腕，轻轻一捏，清脆的骨裂声响起，阿尔泰瞬间疼得跪地哀嚎，毫无还手之力。周围路人一片哗然，惊叹于我的实力。吴奇看着我，满眼崇拜。刘浩也停了手，深知有我在，此事定能解决。阿尔泰不过陆河境修为，在我面前不堪一击，我已经手下留情，只是断了他的手腕。刘浩简单说明了事情原委，我正思量如何处置，阿尔泰却强忍疼痛，厉声喝道：“快放手！我是王庭使臣，你敢对我动手，承担得起后果吗？”我松开手，打了个哈欠，淡淡留下一句：“改天见”，便带着楚若烟离开。阿塔德想上前阻拦，被阿尔泰拦住，此人实力恐怖，幸亏我亮出使臣身份，不然今日难以脱身。就这么算了？阿塔德不甘心，阿尔泰阴狠一笑：“明天我们面见你们皇帝，我就不信他不给我王庭一个公道。”我送楚若烟回到楚府，他刚进大厅，母亲便焦急上前叮嘱，要他收敛心性，保持贤良淑德。楚若烟无奈解释，东西全是我执意要买，他根本拒绝不了。母亲听后顿时喜笑颜开，明白我是真心待楚若烟。楚若烟回到房间，刚要关门，萧明的身影突然出现在门口。他本想解开误会，萧明却会错了意，看着满屋珍宝，咬牙切齿道：“那狗皇帝用这些俗物侮辱你，我绝不答应。”楚若烟刚想开口，萧明便转身消失，只留下一句：“还有6天，我会带你重获自由。”楚若烟愣在原地，哭笑不得。另一边，刘浩回到刘府，大大咧咧坐在父亲身旁，端起茶壶便喝。刘家家教森严，刘父怒火中烧，拿起腰带就要教训他。刘浩放下茶壶，淡定开口：“今天我请陛下吃饭了。”此话一出，刘府上下鸦雀无声。刘父举到半空的手也僵住了，连忙放下腰带，满脸急切地追问经过。刘浩把偶遇我，刻意讨好的经过全盘说出。刘父听得喜出望外，连连夸赞，说到给我介绍族姐一事。刘父更是拍手叫绝：“陛下尚无妃嫔，此事若是成了，我们刘家定能重回朝堂，光宗耀祖。”他当即下令，让刘浩的族姐随时待命，一心盼着能攀上皇家这门亲事。后来呢？陛下是什么反应？刘父急切地追问。刘浩挠了挠头，如实回道：“陛下的表情看着是满意的，只不过后来楚若烟回来了，陛下没给准话，往后我多制造点偶遇就是。他不敢明说我好这口，只笃定我是寻常男子心性。”刘浩说起闹事和王庭贵族起冲突的事，父亲周身骤然爆发出浓烈杀气，那股戾气是刘浩长这么大第一次见。妈的，这帮王庭的狗，几百年前被打得躲进雪山，如今还敢来天策叫嚣，还敢动我儿子，老子去收拾他们！刘父怒声骂道。刘浩见状心知不对劲，等说出我出手解围后，刘父满脸震惊，失声问道：“什么？”陛下单手一捏，连经脉都没催动，就捏断了陆河境王庭人的手腕，可不是吗？那王庭人拼尽全力打吴奇，陛下随手就拦下了。早就听
听闻陛下是圣者境，如今看来这是十有八九是真的。刘父沉声道：他虽是没落勋贵，却依旧有灵通的消息渠道。一提起北方王庭，他便满肚子火气。近百年王庭卷土重来，气焰嚣张，天策王朝内忧外患，先帝为求安稳，一直步步退让。刘父早年驻守北方，正因朝廷退让，才被召回帝都闲居，没了兵权，刘家地位一落千丈。他深知这是国策，也明白先帝的无奈，此刻望着北方天际，目光滚烫，满心都是重回战场的执念。良久，他收回目光，正色看向刘浩：记住，咱们刘家在哪都能走，唯独战场上，就算死也不能退后半步。这番话让刘浩血脉沸腾。另一边，吴奇刚回到住处，就撞见了意料之外的神秘人。姑姑，你怎么来了？吴奇一脸诧异，眼前人披着黑色斗篷，身姿丰盈，扯下斗篷后，露出一张绝色容颜，正是他白日里提起的姑姑吴南之。她是虎踞成天渊境强者的女儿，也是吴奇父亲的亲妹妹。吴奇对她敬重有加。吴南之满脸愁容，叹了口气：还不是你爷爷和你爹，天天催我嫁人，我一个月相亲40多次，烦得受不了，来你这躲躲。她容貌绝世，家世显赫，吴家老祖更是顶尖天渊境强者，有望突破圣者境。无数世家子弟挤破头想入赘吴家。吴奇立刻拍着胸脯：姑姑放心，你的婚事我帮你定了。话音刚落，他就挨了一记暴力，本就带伤的脑袋更肿了。吴南之气得胸口起伏，骂道：你个小王八蛋，我的事轮得到你做主，找打是不是？吴奇心里腹诽，却不敢顶嘴，连忙改口：姑姑你误会了，我今天遇到天策星皇了。他把白日的遭遇添油加醋说了一遍，刻意抬高自己，贬低刘浩，想把姑姑引荐给我。吴南之听了又喜又恼，他久居城外，听信了流言，误以为我是不学无术的傀儡皇帝，又丑又蠢，打心底抵触这事。吴奇见状连忙改口，称只是随口一提，让他拿这事当借口躲避催婚。吴南之觉得有理，便应了下来，转身回了房。吴奇松了口气，打算找机会让姑姑亲眼见我，扭转他的偏见。此时皇宫内，寝宫烛火摇曳，我正翻看崔公公送来的各国秘宝。天策北面的冰熊王庭600年前被击溃，蛰伏数百年后，雪鹰族崛起，建立雪鹰王庭，卷土重来。据传族人得了天赐神力，战力凶悍，再加上周边诸国虎视眈眈，王朝眼下可谓四面还敌。我看了许久资料，刚准备歇息，寝宫门外传来太监通传，门被轻轻推开，太后缓步走了进来。她身着精致睡袍，身姿曼妙，我见状心头泛起不耐。近日公务繁重，本就睡不安稳，她这般前来，分明是扰人清静。太后这么晚找我有事？我沉声问道。瞧你这话说的，哀家没事就不能来看看你吗？太后走到桌旁坐下，举止间带着几分刻意的柔媚。你最好有事。我放下密报，语气满是不耐烦，只想赶紧打发他走，甚至动了让他垂帘听政，分担政务的念头。太后白了我一眼，也不较真，毕竟我是圣者境，她不敢轻易得罪，径直开口：也没大事，就2件事。楚家那姑娘你觉得如何？她是来打探我和楚若烟的进展，打算酌情扶持。这2日相处不多，印象还算不错。我如实回道：拿下楚若烟对我而言易如反掌，只是还差些火候，不急着推进。行，按你的心意来，哀家都支持。太后说着便想起身，我连忙叫住她，提醒她还有第2件事，你不说哀家都忘了。太后凑近几分，周身香气萦绕，压低声音问道：你上次吃的火锅怎么做的？御膳房备了材料，也做不出那个味道。我顿时无语，没想到她深夜前来，竟是为了一口吃食。我耐着性子回道：火锅少不了底料，你想吃，我给你写个配料表。说罢，我取来纸笔，考虑到她吃不了辣，特意修改了配方。太后拿到配方，喜不自胜，像个得了宝贝的小姑娘。我心里清楚，太后心思深沉，善于伪装，此刻的模样未必是真的。她接近我必定有所图谋，只是我暂时摸不透她的底细。太后离开寝宫后，立刻收敛笑意，恢复了威严端庄的模样，周身气场骤变，让宫人敬畏不已。她拿捏不住我，我也看不透她，2人算是互相忌惮。次日清晨，晨光破晓，紫禁城笼罩在薄雾之中。早朝时辰已到，文武百官身着朝服，依次步入大殿。殿内人声嘈杂，有人闲谈应酬，有人商议琐事，唯有宰相赵文渊等人神色肃穆，静候上朝。随着太监一声悠长的“皇上驾到”，殿内瞬间鸦雀无声。我身着龙袍，头戴皇冠，缓步走上龙椅，神色闲散，却自带帝王威压。百官见状，纷纷俯首行礼。朝会伊始，兵部侍郎率先出列，双手呈上情报，朗声禀报：启禀陛下，造反的3皇子听闻陛下偏危，连夜退兵，不敢来犯。殿内百官纷纷附和，齐声夸赞我英明神武。兵部侍郎想问被我外派的兵部尚书何时回京，却怕惹祸上身，不敢多言。我也装作遗忘，草草应付过去。随后，礼部尚书严海出列，躬身道：启禀陛下，北方王庭使臣前来求见，恳请商议2国邦交。臣请示陛下是否召见。殿外，阿尔泰兄弟等候多时。阿尔泰手腕缠着绷带，2人昨夜就找上严海，叫嚣着要讨回公道。严海怕挑起战乱，连忙安抚，承诺严查凶手。太监传唤后，阿尔泰兄弟趾高气扬地走入大殿，一副盛气凌人的模样。可看清龙椅上的人是我时，瞬间僵在原地，脸色惨白。他们这才明白，昨日揍他们的人竟是当朝天子，之前的气焰荡然无存。严海不知内情，连忙上前奏请：陛下，昨日有人在闹事殴打使臣，有违国体，请陛下严惩凶手，以正朝纲。文官们纷纷附和，打算严查赵氏勋贵。我嘴角勾起一抹玩味，看向严海：你知道他们为何不敢说话吗？不等严海回应，我便直言：昨天是朕动的手，尚书大人觉得该如何严惩朕？此话一出，满殿哗然。严海吓得脸色惨白，扑通跪地，连连磕头：臣惶恐，臣不知是陛下，恳请陛下恕罪。我淡淡下令，出去掌嘴100下，打完再进来，谢主隆恩。严海连滚带爬跑出大殿，殿外很快传来清脆的巴掌声。等他回来时，脸已经肿成了猪头。阿尔泰兄弟见状，连忙跪地行礼，这是王庭使臣100年里首次对天策帝王行
跪拜礼，不敢再提闹事一事。阿尔泰强装镇定，转移话题：陛下，臣奉可汗之命前来与天策和亲，稳固两国邦交，恳请陛下恩准。百官心知，他是想迎娶九公主李思宁，用公主换边境和平。文官觉得划算，武官虽不满，也默不作声。我轻笑一声，满口答应，没问题。你们可汗倒是懂事，知道朕刚登基，后宫空缺，朕也不好推辞。话音一转，我直接开口索要。听闻可汗姐妹众多，把未婚的王族血亲选10个送来，不够就从旁支凑，各部落再出200到500名美女陪嫁，嫁妆备5万匹良驹，1万吨上等牛肉即可。满殿文武再次震惊，阿尔泰兄弟更是呆立当场。历来只有王庭向天策索要好处，我此番反客为主，直接狮子大开口，彻底打破了往年的规矩。武官们眉开眼笑，文官们却忧心忡忡，怕激起战乱。阿尔泰回过神，连忙辩解：陛下，您误会了，和亲该是贵朝公主嫁往王庭，您要的实在太多了。我脸色一沉，厉声呵斥：这点东西都拿不出来，也好意思提和亲，还想让朕的妹妹远嫁？你们这是挑衅天策！我周身威压散开，武官们个个怒视使臣，气势汹汹。阿尔泰吓得不敢反驳，只能低声道：此事重大，臣需回去禀报可汗，再做定夺。朕是在通知你，不是和你商量。限可汗半年内备齐，否则朕亲自带兵去取。我冷声下令，直接命侍卫将两人赶出大殿。阿尔泰兄弟来时嚣张跋扈，走时狼狈不堪，满心怨恨却不敢发作。两人出宫后，阿塔德满脸焦急：哥，就这么回去？可汗不会放过我们的。阿尔泰阴沉着脸，一筹莫展。阿塔德眼珠一转，低声献计：我听说九公主常去云露书院，不如我们把人掳走，将功补过。阿尔泰思索片刻，咬牙答应，打算铤而走险，先打探消息再动手。早朝结束后，我强硬对待王庭使臣的消息迅速传遍皇宫。太后请功，心腹宫女禀报了全城。太后听完，只是淡淡吩咐手下暗中布局，不要留下痕迹。随后便满心期待地等着御膳房做火锅。刘家等武将世家更是振奋，刘父催促刘浩多在我面前露脸，争取建功立业的机会。此时，城南云露书院，九公主李思宁正满心落寞地漫步。她是帝都双绝之一，才貌双全，得知王庭前来和亲，早已做好了远嫁的准备，特意来书院向恩师玉夫子道别。玉夫子是书院创始人，年过70的圣者境强者，器武从文，桃李满天下，对李思宁疼爱有加。李思宁行礼道别，殿内书生们个个愤慨不已，纷纷指责我软弱无能，要联名上书劝谏。玉夫子沉声开口：思宁，你若不想去，书院护着你。李思宁摇了摇头，神色凄楚：我是皇室子弟，理应为王朝分忧。众人越发心疼。就在书生们义愤填膺之时，李思宁的侍女急匆匆跑来，转述了早朝上的事，得知我不仅拒绝和亲，还反过来向王庭索要嫁妆。李思宁瞪大双眼，满是震惊。书院书生们瞬间改口，齐声夸赞我英明神武，态度转变之快，让玉夫子都无语摇头。玉夫子笃定我是圣者境，只有这般实力，才敢如此强硬。李思宁心结解开，满心欢喜，对我这个哥哥充满了好奇与崇拜，立刻动身回宫找我。他卸下了公主的拘谨，一路蹦蹦跳跳，满心都是儿时与我相处的回忆，又是我常有新奇玩具陪他玩耍。后来因先帝阻拦，两人渐渐疏远，如今他终于能重拾那份亲近。李思宁快步走到御书房外，忽见一道曼妙身影躲在窗下，悄悄往屋内张望。他轻手轻脚上前，拍了拍对方的肩膀，那人猛地转身，眉眼娇俏，脸颊泛红，正是楚若烟。帝都双绝初次相见，皆被对方的容貌惊艳。李思宁眨了眨眼，调皮问道：你是不是皇兄的妃子？楚若烟脸颊通红，连忙摆手：不，我不是。顿了顿，又小声补了一句：我暂时还不是。李思宁觉得他十分可爱，刚想开口，楚若烟连忙竖起手指，做了个噤声的手势，指向御书房内。李思宁凑近窗边，下一秒就听见屋内传来我的怒骂声：你这个侍郎到底有没有能力？这么多人写折子参你，说每次找你办公务，你不是推就是拖，一件小事拖了1年多，你咋不去死呢？还有你，连皇宫铺路的砖瓦费你都摊到我脚下。可以啊，我算你胆子大，你旁边那位要是有你一半的行动力，都能当尚书了。骂声落下，几本折子狠狠砸在跪地官员脸上，两人吓得浑身发抖，其中一人几乎要晕厥过去。窗外的李思宁看呆了，这是他第一次见我动怒，满身帝王威压，让他心底的好感又翻了几分。在他眼里，我不管做什么都耀眼，这份满心崇拜，连他自己都未曾察觉。身旁的楚若烟也悄悄打量着李思宁，只见少女肤若凝脂，眉眼如画，容貌绝色，竟让他都生出几分压力。听他喊我皇兄，楚若烟瞬间反应过来这是公主，又见他看我的眼神满是真心崇拜，不似皇室中人惯有的虚伪，便暗自盘算着和他打好关系。毕竟若是日后能帮我左右，他便是自己的小姑子。两人脸贴得极近，楚若烟进退两难，既怕挪开显得失礼，又觉得太过亲近，满心纠结。不多时，御书房内的处置有了结果，一位官员自行退下后命，另一位直接被禁军抬了出去。你俩进来吧，我开口唤道。李思宁俏皮地吐了吐舌头，迈步走进来。楚若烟却比往日更拘束，毕竟在朝臣眼里，我的御书房堪比禁地。连大将军郭破云进来，出去时都是双腿发软，满身冷汗，甚至还私下流传着一套御书房生存规则，条条都透着对我的忌惮。唯有李思宁看着我对程山的奏折，满心心疼，只想替我分担一二。我也暗自纳闷，先皇在位时奏折远没有这么多，究其缘由，不过是先皇要平衡朝局，对老臣多有纵容，许多事都能处理，而我无党无派，不管是勋贵还是亲王，犯错便严惩，朝臣们反倒争相上奏，想博得我的关注。久而久之，那些忠臣更是私下把我封为明君，这份背地里的认可远比当面恭维更有分量。批完最后一份奏折，我揉了揉发胀的太阳穴。李思宁和楚若烟刚好走近，看着两位家人，连日的疲惫也散了几分。皇兄，你可算忙完了。李思宁笑着凑过来，语气满是关切。我抬头看
看向他，语气温和：“最近事务繁杂，你怎么回宫了？不是在书院读书吗？”李思宁走到我身后，轻轻帮我捶着肩，撒娇道：“听说皇兄日夜操劳，我心疼你，回来帮你分担。”他太久没和我这般亲近，如今没了规矩束缚，便把这些年的委屈和束缚一股脑说给我听。我当即开口许诺，往后除了我，没人能再管束他。两人聊得投入，全然忘了一旁的楚若烟，让他不由得觉得自己多余。聊了片刻，李思宁忽然正色道：“皇兄，我差点忘了正事，明天是云麓书院20年大典，各方大儒、天下学子都会齐聚，夫子特意请你出席，一来庆贺书院生辰，二来也让天下学子瞻仰圣威。我对玉夫子早有耳闻，他是帝都少有的圣者境强者，先皇数次请他入朝都被婉拒，如今主动邀我，想必另有深意，能结识一位同境界强者，我自然不会拒绝。”当即应下：“好，朕明日定当亲临，与天下学子共襄盛典。”李思宁见我答应，满心欢喜，转头看向楚若烟，坏笑着打趣：“皇兄，你们是不是还要约会？”我白了他一眼，既然知道，还不快消失！遵命。李思宁临走前，对着楚若烟做了个加油的手势，羞得楚若烟脸颊通红。帝都城东，楚若烟满心忐忑，又暗自打气。为了这场约会，她筹备了一整夜，特意选了情侣圣地姻缘山，避开了所有熟人。昨日约会被搅局，她这次势在必得。姻缘山风景秀丽，山花遍野，姻缘树高耸入云，往来皆是情侣，氛围浪漫。山路崎岖陡峭，我和她都是修士，这点路程根本不算难事。走到半山腰，楚若烟拿出小笔记偷看，原本打算假装崴脚，拉近彼此距离，为此她还特意提前来踩过点，可她太过紧张，心神不宁间，竟真的扭到了脚，疼得眉头紧锁，神情真切，丝毫不像演戏。我自然心领神会，上前将她抱起，放到一旁草地上，轻轻帮她按摩消肿。身为圣者境，我抬手就能治好她，可这般亲近的机会，我自然不会浪费。指尖触碰到她光滑细腻的小腿，手感绝佳，我也乐得配合这场默契。揉了片刻，我直接背起她，缓步往山顶走。两人心照不宣，都达到了各自的目的。楚若烟也深知我这样的人，错过了便再无机会，此番主动出击，只为抓住这份缘分。抵达山顶，两人来到姻缘树下，楚若烟满心虔诚的求签，暗自祈祷的上签，我暗中催动功法，直接让他摇出了上签，成全了他的心意。随后我们一起参加山上的小游戏，蒙眼过桥，默契闯关，看似意外频发，实则我处处顺着他的心思，既护着他，又不失亲近。途中，一位斗篷遮面的绝色女子险些摔倒，我只是隔空抬手稳住她，并未近身。这份分寸让楚若烟满心欣赏。还有2名男子为了女子争执闹事，挡住去路，我懒得废话，隔空轻点，两人便吐血倒地，深知惹到了强者，连忙道歉离去。旁人误以为是姻缘神显灵，纷纷前去祈福，反倒多了一段传说。只有楚若烟清楚，眼前的我便是真正的绝世强者。黄昏时分，我们下山，一天的约会圆满结束。楚若烟满心感动，终于有了一场安稳的独处时光。我倒是暗自遗憾，这姻缘山周边连个像样的客栈都没有，错失了更进一步的机会。不过这场约会下来，拿下楚若烟不过是时间问题。我向来享受追求的过程，而非单纯的占有。对楚若烟这般女子更是如此。入夜，楚府内，楚若烟来回踱步，打定主意要和萧明划清界限。如今她满心都是我，再也不想和萧明有任何牵扯。萧明却还误以为她在我身边忍辱负重，一心想带她离开，甚至没给楚若烟开口的机会，直接派人送来一封书信，约定5日后相见。楚若烟又气又无奈，生怕萧明闹出乱子，难以收场。另一边，吴奇宅中，吴南之看着无精打采的侄子，随口问道：“怎么看你无精打采的样子？”“没什么。”没等到想等的人，反倒和讨厌的人对视了一天。吴奇瘫坐在门槛上，满脸疲惫。他一早就在楚府门口蹲守，想跟踪楚若烟讨好我，没想到碰到了抱着同样心思的刘浩。两人守了一整天，连楚若烟的人影都没见到，全然不知他早就从侧墙翻墙离开。得知我明日要去云麓书院大典，吴奇瞬间来了精神，转头看向一旁吃水果的吴南之，盘算着把他忽悠去书院，若是能被我看上，他便是大功一件。姑姑，你今天去姻缘山求签结果如何？吴奇试探着问道。还行，风景不错，姻缘这种事我向来不信。吴南之随口回道。他其实求得了上签，解签人说他近日会遇真命天子，他只当是吉利话，并未放在心上。可提起姻缘山遇到的俊朗男子，他沉默不语，心底泛起一丝异样。吴奇见状，连忙说起云麓书院，大肆夸赞玉夫子的威名，终于说动吴南之，答应明日一同前往。深宫寝宫，我回来时发现李思宁正趴在我的床上熟睡。他离开御书房后，便径直来了这里，翻出我早年做的玩具，玩了许久的乐高，还拼出了一座小皇宫，等着我夸奖。等着等着，便抱着我的枕头睡了过去，满是安心。他缓缓睁眼，看到我，瞬间露出笑意，睡眼朦胧，娇憨可爱，长发散落肩头，一侧香肩微露，尽显少女娇柔。哥哥，你终于回来了，没办法，明日还有要事，不然还得多陪一会。我随口回道。李思宁凑到我身边，一脸坏笑，用手比划着小动作，打趣道：“进展如何？”我轻咳一声，没那么快，但也不远了。我实在好奇，这些荤话到底是谁教给他的？李思宁拍了拍我的肩膀，一本正经道：“哥哥，你还需努力啊！太子哥在你这个年龄，妃子都10多个了。”我无奈瞥了他一眼，太子死因成谜，至今没有头绪，刑部调查许久，也只查出太子死前主动撤去护卫，仿佛早知自己命数，我也无暇深究。不过哥哥只管努力，超过太子哥是迟早的事。李思宁接着说道。我一时语塞，这话实在不知如何接。你没乱动我房间里的东西吧？我连忙转移话题。放心吧，哪些东西哥哥不让碰，我清楚得很。李思宁说着，拉着我走到乐高拼成的小皇宫前，故意咳嗽吸引我的注意，满眼都是求夸奖的期待。我配合着惊呼：哇，这是谁拼的？简直是艺术品！有机会我一定要亲自拜见这位艺术
术大师。李思宁瞬间得意起来，扬着头道：将，艺术大师就在你面前，对他而言，我的一句夸奖胜过世间所有荣耀。我也向来纵容他，只要他想玩，寝宫里的物件任他摆弄，唯独珍藏的手办除外。闲聊之际，系统面板突然更新，恭喜宿主完成任务，越级挑战，奖励天品经脉强化丹 S10。现实任务：凶猛秘境。任务要求：宿主需要努力提升至开脉境中期，并且需要从野外秘境之中获取一件上品宝物。限时60天。我看着任务面板，暗自失笑。白日在阴元山教学的两人，便有开脉境中期修士，也算误打误撞完成了前置条件。这天品经脉强化丹虽是稀世珍宝，对我这个圣者境而言却毫无用处，反倒让我盯上了身旁的李思宁。系统承诺能将人培养至圣者境大圆满，我刚好可以培养一个心腹。这世间之人我都信不过，唯独李思宁单纯听话，是最合适的人选。我抬手唤他过来，李思宁毫无迟疑，快步走到我面前，伸手。他乖乖伸出左手，我又补了一句，另一只他也照做，没有丝毫疑问，对我全然信任。我大脉探查，发现他从未修炼过，根基干净的如同白纸，正是绝佳的修炼苗子。你想不想变成圣者境？我开口问道。李思宁两眼放光，兴奋道：哥，你这是要把毕生修为传给我吗？不过哥你放心，等我成为圣者境，我一定会给你抢很多后宫回来。我一脸无语，你看小说看傻了吧？我这级别但凡输送点能量给你，你身体都得炸。要不是看你最后那句话还行，我都懒得教你。这个世界修行先退经脉，经脉脆弱，强行灌输功力只会爆体而亡。李思宁本对修炼没兴趣，可这是能陪在我身边的机会，当即满口答应，决心好好修炼。我将天品固脉丹、功法、9天龙脉诀和经脉强化丹尽数交给他，手把手教他运转功法，疏通经脉。次日我醒来时，李思宁竟仅凭一夜修炼就突破到了开脉境初期，这份天赋远超二皇子那般天之骄子。我本想劝他稳扎稳打，可想起自己10分钟入开脉境，便也作罢。我的修行准则向来简单，只要没练死，就是练对了。帝都7环的破旧小院里，萧明正在刻苦修炼，这里是他的修行之地，也是他项链中圣者残魂的旧居，藏着不少稀世珍宝。萧明靠着这些资源和残魂指点，从落魄子弟成长为帝都天骄。近日他心境大变，修为暴涨，即将突破破虚境中期，连圣者残魂都倍感意外。残魂回想过往，萧明早年遭遇灭门惨案，一路逃亡，修炼速度极快，可遇见楚若烟后，整日沉溺儿女情长，荒废修行。如今楚若烟心向于我，萧明满心屈辱，反倒激发了修行潜力，速度远超以往。圣者残魂瞬间打定主意，不仅不帮他带走楚若烟，还要推波助澜，让萧明彻底死心，专心修行。毕竟女人只会影响拔剑的速度，这份屈辱才是萧明修行的最佳动力。萧明全然不知，自己最信任的师傅已经把他算得明明白白。次日，我终于有理由免去早朝，动身前往云麓书院。今日是书院10年大典，全城百姓都为之沸腾。我的帝王车辇缓缓前行，6只异兽驾车，龙旗飘扬，禁军护卫两侧，所过之处万民跪拜，满是敬畏。车辇停在书院门口，一位身形挺拔、白须满面的壮汉缓步走出，正是玉夫子。他身为圣者境，文武双全，是天下读书人的精神领袖。往日他国大儒来访，他在楼上等候，先皇驾临，他也只在楼门迎接。今日他竟亲自迎到门口，让全场众人震惊不已。我掀开帘幕，缓步走下车辇，周身圣者境威压毫无保留地释放而出，虚空震颤，气势滔天。在场众人无不俯首跪拜，全场只剩玉夫子一人还站着，瞬间成为全场焦点。历代皇帝对玉夫子这般顶级强者多有忍让，让他渐渐不把皇权放在眼里。天下读书人敬他胜过帝王，甚至敢骂皇帝，却不敢对他有丝毫不敬。可我不同，我身为圣者境帝王，在这大册王朝，皇权至上，无人能僭越。今日是大典，我以帝王身份前来，他必须拿出应有的态度。万众瞩目之下，玉夫子双膝跪地，沉声道：草民欲众，参见陛下。这一跪，跪的是皇权，服的是实力，更是让天下读书人认清，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我上前扶起他，淡淡开口：平身吧。一场无声的较量以皇权完胜收场。随行的王公贵族和大臣们个个满心振奋，皇家失去多年的威严被我彻底找回。我迈步走入书院，玉夫子恭谨地跟在身侧，不敢有丝毫逾越。书院内的学者士子全都低头屏息，不敢直视我。先前私下非议我的儒生更是惶恐不已，院外百姓议论纷纷，满是崇敬，都赞叹我是万世明君。人群中，楚家族人也在观望。家主看着我，终于明白女儿为何对我死心塌地。楚若烟满眼清新，看着龙袍加身威压天下的我，满心崇拜。吴奇和吴南之挤不进前排，吴奇懊恼不已，错失了讨好我的机会，还被吴南之连连数落。吴南之感受着我的气息，只觉得莫名熟悉，暗自疑惑。唯有刘浩靠着家族关系，提前混入书院内部，伺机上前讨好，满心都是攀附的心思。关心阁内大儒云集，既有本国名士，也有异国学者，个个都是文坛响当当的人物。众人本是冲着玉夫子而来，亲眼目睹方才的一幕，立马调转风向，一心奉承于我。他们心里透亮，此刻捧玉夫子无异于得罪帝王，倒不如讨好我，博一个前程官位，这点利弊权衡，没人拎不清。一众儒士纷纷提笔作诗，争先恐后的赞颂我，排着长队跪地献吻，不知情的还以为这是我的追捧圣物，我并未阻拦，冷眼看着这场闹剧。个别演得热泪盈眶的人，功底实在浅薄，远不如御书房里的朝臣会藏锋芒，才是真正的演技老手。玉夫子也彻底收敛了往日的狂放，衣扣规整，站坐端正，比身旁的崔公公还要低调恭敬。若不是熟人认出，旁人只会当他是我身边的随从。这场无形的交锋，我赢得彻底，也敲碎了书院里轻视皇权的歪风。吹捧的闹剧收场，终于到了勉励学子的环节。我在众人簇拥下登上观星楼，俯瞰楼下数千备考学子，
天策王朝科举层层筛选，能来到帝都的都是佼佼者，殿试上榜便能入朝为官，得到我赏识，更是能一步登天。往年大典，玉夫子的演讲总能笼络人心，久而久之，他的门生更是狂妄，上敢非议帝王，下敢轻视朝臣，仗着玉夫子撑腰，全然不把朝堂放在眼里，哪怕当着李思宁的面，也敢口无遮拦。可玉夫子方才那一跪，彻底震醒了众人，不少心高气傲的门生已然动了考取功名、效忠朝廷的心思，这正是我想要的结果。我心里一清二楚，玉夫子邀我前来，本是想拿我当陪衬，借着帝王驾临彰显自己的地位，仗着先皇的忍让，才养成了目中无人的性子。可我从不会纵容僭越，在这强者为尊的世界，武力就是硬道理，道理说的再多，也比不上实力压制。玉夫子饱读诗书，能有如今的地位，说到底也是倚仗圣者境的修为，我不过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他服与不服，我根本不在乎。感受着台下学子期盼的目光，我扬声开口，气势恢宏，字字铿锵，朕深知尔等正厉兵秣马，准备即将到来的春闱，朕在此鼓励尔等争取佳绩，待到金榜题名时，尔等便能为朕分忧，为百姓谋福，共筑我天策之辉煌。话音落下，学子们齐声高呼，神情激动，满是对前程的渴望。陛下万岁！吾等定当不负陛下厚望，将来为国效力，为陛下分忧。看着眼前朝气蓬勃的模样，我十分满意，这才是天下学子该有的心情。时间尚早，我缓步在书院内视察，所到之处，学子们无不激动万分，神色雀跃。行至静思园附近，我偶遇了混进来的刘浩，他仗着体格占了先机，本想上前表忠心，还没开口，我便拍了拍他的肩头，今年好好考试，期待能在榜单中看到你的名字。刘浩当场僵在原地，满脸错愕，半天说不出话。他本就没参加春闱，只是混进来攀关系，被我误认成考生，瞬间慌了神，生怕犯下欺君之罪。他更没想到，我随口一句叮嘱，竟让他回去后发奋苦读，连他父亲都以为儿子性情大变，险些以为他被人夺舍。另一边，宰相府内，赵文渊虽免了早朝，依旧早起翻看情报，神色凝重。二皇子那边动作有些频繁，这么快就按耐不住了吗？手下见状，连忙提议将此事禀报于我，想借机邀功。赵文渊皱紧眉头，并未应允，高深莫测的开口：经过我这几天的观察，咱们这位陛下不太喜欢麻烦，更不喜欢有人给他找麻烦，你明白了吧？他指尖捻着普通的粗茶，这是寻常百姓都喝得起的茶叶，与朝臣们的贡茶截然不同。手下恍然大悟，脱口而出要替陛下解决麻烦。赵文渊一口茶水呛在喉间，险些喷出来，缓过劲才厉声呵斥。他深谙为臣之道，从不主动越界，更不会自作主张办事，不像郭破云急于表现，反倒落得禁足下场。他身居宰相高位，早已封无可封，只求稳妥无过。陛下开口要什么，他便呈上什么，从不主动邀功，也绝不犯错，这便是他屹立不倒的诀窍。天策王朝中部，天眼神宗盘踞9座仙山，仙气缭绕，占地辽阔，建筑恢宏，门下弟子数千，记名弟子过万，是大陆顶尖宗门。宗主顶天上人实力深不可测，开创9元圣域，身为盟主，更是二皇子李显的师傅。这层关系让宗门地位愈发超然。李显在我这里受尽屈辱，灰溜溜返回宗门，一心想请师傅出山收拾我。在他眼里，我不过是新晋圣者境，远比不上深耕圣者境几十年的顶天上人。只要师傅出手，拿下我易如反掌。可顶天上人闭关不出，迟迟没有回应。李显心急如焚，再不动手，等我皇权稳固，再无翻盘可能。李显无奈，只得前往宗门后山拜见师娘幽兰仙子。庭院内灵气充沛，幽兰仙子端坐其中，身着流光仙裙，头戴玉冠，眉形朱砂点缀，容貌绝美，气质温婉又带着成熟风情。她常年替顶天上人教导李显，对他颇为照拂。李显也对他恭敬有加。师娘，这都2天了，师傅怎么还没回我？李显满脸急躁，开口诉苦。幽兰仙子声音轻柔，抚平他的心绪。你啊，还是那么毛躁，师娘以前怎么教你的？急于求成，最终只能功亏一篑。李显把多年的隐忍与不甘尽数道出，坦言自己不甘心放弃皇位。幽兰仙子被说动，答应替他劝说顶天上人。李显喜出望外，他深知师傅最听师娘的话，此事已然十拿9稳，更是许诺日后登基，为幽兰仙子在帝都修建最大道场。幽兰仙子进入闭关洞天，顶天上人早已洞悉来意，淡然开口：想必是显儿求你来的吧？幽兰仙子轻声反问，不解他为何迟迟不给答复。顶天上人笑意神秘，坦言自己定会相助，却不是现在。他野心勃勃，想扶持李显登基，让天眼神宗成为官方法定势力，自己则身居国师之位，凌驾皇权之上，更不想背负弑君骂名。他打算用域外天魔细针操控我，逼我主动上位，既保全名声，又能达成目的。这根细针，他耗费20年才彻底炼化。幽兰仙子担心他损耗过大，主动请缨前往帝都动手。他早已突破圣者境，却一直隐藏实力。顶天上人当即回绝，帝都不止一位圣者境，他不愿爱妃涉险，打算等自己痊愈后，二人一同前往帝都，以多胜少，万无一失。幽兰仙子将计划转告李显，只谎称顶天上人会耗费生命力施法，助他夺得皇位。李显欣喜若狂，压抑多日的情绪彻底爆发，满心都是夺回皇位的美梦，发誓要将我踩在脚下。赵文渊很快察觉到李显的异动，见他连日喜形于色，便猜到顶天上人已然出手，2位圣者境即将降临帝都，此事非同小可。他本想求助故交玉夫子，却不知玉夫子早已向我臣服。我返回寝宫时，李思宁正盘腿打坐修炼，天品丹药被他随意摆在盘中，9天龙脉诀垫在身下，模样随性。察觉到我归来，他强行破关苏醒，嘴角带着血迹，依旧笑着朝我跑来。哥哥，你终于回来了。我无奈叹气，抬手擦去他唇角的血迹，柔声询问修炼进度。李思宁撅着小嘴，满脸不满。我才刚修炼1会呢，才
才修炼好2条经脉，距离哥哥说的把12条主要经脉打通，估计还要很多天。他这番速度，在外人看来已然逆天，寻常修士数月才能打通1条经脉，他一早上便打通2条，天赋骇人。我顺手探查他的经脉，察觉他天生气和雷系，潜力无穷，便耐着性子给他讲解修行境界，从开脉境到凝元境、元神境，一一细说。闲聊片刻，李思宁忽然眨着眼打趣：“哥，今天你不去约会吗？”我淡笑回应：“怎么，留在这里陪我妹妹不行？”李思宁立马喜笑颜开，他早已得知楚若烟被太后召见，一时脱不开身，也不点破，只想趁着这段时光陪着我。楚若烟被太后召见一下午，全程心神恍惚，只顾着打量太后，对太后的教诲一字没听进去，反倒被太后夸赞沉稳懂事。返回楚府后，楚父得知经过，还连连夸赞他懂得处世之道。楚若烟一头雾水，也无心深究，满心都是对我的倾慕，只盼着萧明不要乱来，惹出祸端。帝都7环的密室内，萧明在圣者残魂的刺激下，心境大变，顶着干扰顺利突破破虚境中期，修为突飞猛进。圣者残魂暗自欣喜，深知儿女情长耽误修行，这份屈辱反倒成了萧明最好的修炼动力。萧明压下激动，一心等着5日后的相见，想挽回楚若烟。刑部尚书冯怀府中，一群不满我削权的先皇旧部暗中聚会，冯怀手握重权，被我收回多项特权后，心生怨恨，借着酒劲煽动众人，公然站对二皇子，还拿出投名状逼迫众人签字，把所有人绑在一条船上。这群老臣仗着资历深厚，全然无视皇权，密谋造反，却不知自己早已踏入死局。太后寝宫，心腹送来李显的密信，信中李显试探太后的态度，许诺重礼，想拉拢太后相助。太后扫过信件，神色慵懒，淡淡开口：“比起老二，我其实更喜欢老六。”心腹询问是否要通报于我，太后却摆手回绝，她只想坐山观虎斗，两边布局，坐等我主动求助，好牢牢拿捏皇权。天眼神宗内，李显收到手下密报，得知冯怀等朝中重臣投靠自己，底气更足，整日志得意满，只等着师傅出关，便挥师帝都夺取皇位。一场针对我的阴谋已然悄然铺开。李显在天眼神宗地位超然，独享独立阁楼，头顶光环无数，天策二皇子，顶天上人亲传弟子，宗门最年轻观天境强者，剑道大会冠军，在这片地界名望极高。可他半点不满足，满心满眼只有皇位。阁楼内，心腹风无痕躬身汇报，此人是天渊境高手，昔日帝都第一快剑，当年遭人暗算被李显救下，从此忠心追随。他并非宗门弟子，却能自由出入，全靠宗主默许。也正是靠着他掌管的情报网，李显才能精准掌握帝都各方动向。李显扫过情报，瞬间喜形于色。冯怀投靠，太后态度模糊，全在他预料之中。赵文渊和郭破云本就不会帮他，他也懒得拉拢。这次他学乖了，不再鲁莽行事，步步布局。而让他真正激动的是风无痕带回的消息，李晨竟让玉夫子下跪了。在李显看来，我此举虽挣回了皇家颜面，却太过莽撞，刚登基就得罪天下文人，皇位根本坐不稳，这对他而言简直是天赐良机。李显对着风无痕吩咐：“你让人去给玉夫子准备拜帖，我和师傅说一声，就立马回帝都。”风无痕点头领命退下。李显心里算盘打得精，他不必让玉夫子动手，只需煽动书院门生造势，抹黑我，捧高他。届时他继位便是民心所向，天命所归。他笃定玉夫子定会帮他，毕竟是我让玉夫子颜面尽失，再加上他亲自登门示好，对方没有拒绝的理由。他甚至盘算着登基后拜玉夫子为师，借此牵制顶天上人。觉得这局自己稳赢不输，早已把我抛在脑后，开始谋划登基后的帝王权术。李显唯一忌惮的只有三皇子。据情报显示，三皇子四处拉拢强者，甚至勾结周边强国，不惜割地求财，和卖国无异。李显鄙夷三皇子的手段，觉得自己上位只会让宗门势力凌驾皇权，王朝依旧完整。三皇子也瞧不上李显，认为引宗门入帝都后患无穷。二人早已无视我，私下开始博弈布局，都觉得单凭实力不够，势力和背景才是硬道理。一场内战一触即发。此时的我正在皇宫里悠闲散步，半点紧迫感都没有。李思宁黏着我就没法专心修炼，天色上早又不便歇息，我便独自闲逛。一路宫女太监见我便驻足醒立，不敢擅自挪动。走到皇宫东侧时，我察觉到一丝诡异的气息波动，带着浓重的负面能量，分明是有人在修炼邪功，只是气息稍纵即逝，却逃不过我的感知。后宫嫔妃虽多有身怀绝技者，绝无可能修炼邪功，先皇在世时也绝不会容许。我早有疑心，先皇驾崩得太过突然，生前身体素来强健，诸位皇子都以为他还能执政10余年。太子暴毙后，诸位皇子也纷纷避嫌。我一直怀疑先皇之死和后宫嫔妃有关，这世上有不少隐秘邪功，能靠亲密接触悄无声息害人，太医根本查不出端倪。楚若烟家世清白，履历可查，我尚且放心，其余后宫之人，我半点不敢触碰。为查清这股邪气来源，我身形一闪，悄无声息地循着气息而去。片刻后便停在一处宫殿前，看着眼前的冷宫，我心头泛起一丝疑惑。这里关押着一个特殊的故人，冷宫是后宫失败者的归宿，高墙斑驳，满是青苔藤蔓，透着破败凄凉。踏入这里，一段尘封的记忆涌上心头。昔日皇子之中，天赋最高的并非李显，而是五皇子李然。他出生便天降祥瑞，身负先天道胎圣体，文韬武略冠绝诸位皇子。先皇对他宠爱至极，走到哪带到哪，朝野上下都认定他是未来储君。其母妃也权势滔天，险些压过太后。可5年前，有人密奏李然与先皇宠妃私通，禁卫军当场抓了现行。在场的除了先皇，还有太子、李显、三皇子和太后。常年驻守边关的三皇子竟恰好回京，这是本就蹊跷。先皇震怒，当场斩杀那名妃子，挖去李然双眼，挑断他手脚经脉，还将他
他阉了，关入冷宫，一代天才就此陨落。我从不觉得这是真相。李然当时羽翼未丰，却锋芒太露，得罪了太多人，定是遭人陷害，被人动了手脚。他母妃随后郁郁而终，其中内情更是不言而喻。也正是这件事，让我更加坚定了低调蛰伏的心思。我本就无心争宠，只想安稳度日，满级后再出事。我走到一间破旧屋舍门前，门内立刻传来虚弱阴柔的声音：“谁？”我随口回道：“是我，李晨。”门内人愣了愣，语气满是诧异：“老六，难道你也被陛下关进来了？”“没有，我路过而已。”我淡淡开口。想来他还被蒙在鼓里，不知道先皇驾崩，我早已登基称帝，宫里的人避之不及，根本不会给他传递消息。我正想试探邪功是不是他修炼的，屋内又传来他苦涩的声音，满是沧桑：“路过就好。我没记错的话，你年纪应该已经不小，赶紧找陛下要一块封地，离开皇宫这个是非之地。不对，好像他们都对你没有敌意，你就看谁上位，你好好巴结他一番，在帝都找个院子当王爷，有事还能找他们帮忙，总比去封地安全。哎，我和你说这么多干嘛？你能活到现在，应该比我聪明，我只是太久没和人说话，唠叨了一下。你离开后别提在这里见到我就行。”他许久未曾与人交谈，这番话掏心掏肺，满是落魄。我看着漆黑的屋内，缓缓开口：“那如果我想当皇帝呢？”这话让李然彻底愣住，半晌没回过神。他本就靠着复仇的执念苟活，手脚经脉尽断，本该彻底失去修炼资格，却凭着逆天天赋，融合百种功法，创出了不靠经脉的邪功，甚至因自身变故，修炼速度事半功倍。他本想闭关数十年再出关，可我的话让他动了心思，哪怕知道我是试探，也愿意赌一把。李然沉声道：“别怪我没提醒你，这条路可没办法回头。放心吧，你都不怕我怕什么？”说着，我直接推门而入，屋内漆黑一片，李然目不能视，也从未点灯。好在有人偶尔打扫，并不算脏乱。两人交谈片刻，李然坦言自己如今一无所有，母妃旧部早已散亡，唯一能帮我的就是母亲生前藏匿的巨额珍宝，那是旁人不知的隐秘宝库，足够我招兵买马，提升实力。他姿态放得极低，近乎恳求：“如果你和我合作，我可以告诉你这地点在哪。”哎，其实我也没资格和你合作，我现在算是在求你帮我。我看着他落魄的模样，也不再逗他，语气平淡的开口：“算了，不逗你玩了。我现在是皇帝，而且是圣者境。刚刚路过，察觉到这里有人在练邪功，就过来看看。”这话如同晴天霹雳，砸得李然呆立原地，半天说不出话。他本以为我俩是难兄难弟，没想到我早已登顶圣者境，还成了皇帝。我微微释放一丝气势，那股碾压性的威压让他彻底信服，满心震撼与无语。李然哑着嗓子问：“那你跟我说半天干嘛？”我耸耸肩：“我无聊呗。”李然气结，又不敢置信的追问：“你真是皇帝？骗你干嘛？”太子前段时间暴毙，其他皇子都在外面躲得远远的。前几天陛下也出问题，驾崩的只有这么快。太后就说什么国不可一日无君，非要让我当皇帝。我寻思着，我都圣者境了，怕什么？就答应了。然后呢，他们没为难你。我第一天上朝，老二就在朝堂上闹事，我简单把朝堂上的事说了一遍。李然忍不住大笑，语气畅快：“哈哈哈，笑死我了！那些家伙做梦都没想到，你居然是圣者境，怪不得你能做得这么稳。只可惜我眼下看不到他们丑陋的嘴脸。”笑罢，他又疑惑起来：“你既然知道我修炼邪功，就不打算收拾我？你可是皇帝啊！你修炼邪功不就是想报仇？又不是我害的你，我管你干嘛？”我坦言，他的邪功只是吸纳自身负面能量，并未害人性命。若是那种靠杀人修炼的邪功，我根本不会和他废话。李然当即表态：“行吧，你现在是皇帝，我更是没资格和你谈什么条件。兄弟，我的天赋你也知道，你给我弄点资源，以后我到圣者境给你当打手怎么样？”我摆了摆手：“都是兄弟，你说这些就见外了，你爱去哪就去哪，问题不大。”这番话让李然万分感慨，皇族子弟向来尔虞我诈，我不害他，以示莫大恩情。他立刻立下誓言：“我知道你不喜欢麻烦的事情，以后你的麻烦我都会解决。什么老二、老三还有太后，你是皇帝不好动手，会背负骂名，都交给我吧。”我轻咳一声：“太后就算了，我和她暂时没什么矛盾。”李然露出一副了然的神情，笑着说：“我懂，太后的势力我会帮你扫除，她就留给你自己享用。”我愣了愣，虽觉得他误会了，却也没反驳。紧接着，李然压低声音，道出隐秘：“你别小看了太后，我娘当初和她斗的时候调查过她，她好像和前朝余孽有关系，只是找不到任何证据。前朝是怎么灭的，你应该知道吧？”我如实回道：“不知道。”李然一阵语塞，随即耐心讲解：前朝权贵为求长生，提升修为，大肆抓捕活人，吸取精血，引得天怒人怨，才被覆灭。他还提醒我，后宫之中前朝余孽不在少数，先皇之死未必和太后无关，而朝中世勋贵重大半都是前朝旧部归顺而来，关系错综复杂。他还告诉我，前朝有5本地龙圣经，能克制各类邪功，还能强身健体，只要找到这几本书，后宫隐患便可迎刃而解。我闻言大喜，拍着他的肩膀说道：“兄弟，这件事情就交给你了，只要你能办妥，咱哥俩就是过命的交情。”这一夜，我和李然聊了许多，才知晓帝都暗流涌动，各方势力盘根错节。他也感慨，我什么都不知情，反倒安稳活到现在，还登基称帝，实在是命运弄人。我也理清了脉络，前朝余孽妄图复辟，勾结后宫与世家，接连害死太子和先皇，下一个目标自然是我，只是忌惮我的圣者境实力，才迟迟不敢动手。李然见我毫无危机感，忍不住追问：“前朝余孽已经渗入帝都很久，你就不担心他们会做什么吗？”我漫不经心的回答：“无所谓，想弄死我的人太多了，可真正有这个能力的，我还没遇到。那老二和老三呢？他俩估计要明着抢你皇位，抢呗。”我又没把他俩放在眼里。李然越发好奇，我很好奇，你为什么当皇帝？我没当过皇帝，就当着玩一下，怎么了？李然沉默许久，长叹一声：“难道这就是圣者境的快乐吗？”我轻笑一声：“嘿嘿，圣者境的快乐你根本想象不到。”李然彻底无语，只觉得我是在肆无忌惮的装逼。天色渐深，我起身准备离开。天色不早了，你要没事的话，我就回去休息了。李然连忙叫住我，语气急切：“等下，你能放我出去吗？”他再也不想待在这暗无天日的冷宫。我说过你想走就走，我又不管你。不过你这个样子走得出去吗？别小看我，我虽然眼瞎，
但其他感官强了不止1倍。李然站起身想证明自己，结果一头撞在柱子上，场面一度尴尬。他运转功法，周身散出特殊能量，周遭景物尽数映入脑海，这才平稳行走。他看向我，邀功似的问：“想学吗？”我摇了摇头，不了，我有眼睛。李然再次语塞，刚走出冷宫，李然便察觉到有人靠近，连忙躲回去。我却直接开口唤道：“崔公公，你过来！”崔公公快步上前，跪地行礼：“老奴参见陛下，请问陛下有何吩咐？”我指了指冷宫方向：“老五你也认识，他想要出去，又不想被人知道，你安排下。”崔公公满心震惊，却不敢多问，连忙领命，让心腹给李然换上太监服饰，悄无声息地带出了宫。我拍了拍李然的肩膀：“慢走，有空常来，记得咱俩的约定。”李然躬身行礼：“谢陛下，臣一定不负所托。”看着他离去的背影，我转身返回寝宫。李然出宫后百感交集，做梦也没想到自己能这般光明正大的离开皇宫，也暗暗下定决心，定会帮我寻回地龙圣经。次日清晨，我准时赶赴朝堂，依旧是踩着点到场，从不早到。朝臣们早已在殿外等候，三三两两议论纷纷，不少人都在夸赞昨日我逼贵玉夫子之举，长了皇家颜面。玉夫子的门生虽面色难看，却也不敢吭声。也有人私下议论冯怀昨夜的府邸宴会，却摸不清内情。赵文渊依旧面色沉静，一言不发。郭破云还在禁足，并未上朝。随着唱惹声响起，众人列队入殿，跪地高呼万岁。我坐上龙椅，神态随性，周身威严却丝毫不减。今日首个奏事的是户部尚书柳明翰，此人是先帝倚重的神童状元，业务能力顶尖，掌管国库财政，从无差错。柳明翰上奏，直言各地军费激增，国库即将入不敷出，恳请裁撤闲置军队，缩减开支。此言一出，朝堂瞬间炸开了锅，武将们纷纷怒斥，称裁军会动摇国本，若是北方王庭来犯，无人抵御。文武两方争执不休，互不相让，甚至把我搬出来施压。我只冷眼旁观，任由他们争吵。等众人吵得差不多了，我看向赵文渊，宰相怎么看？赵文渊心里叫苦，却也只能站出来，沉声说道：“陛下，以臣之见，可以北伐。这个提议倒是合我心意，既解决了军费争端，也能震慑各方。”我当即点头同意，择日北伐。满朝文武瞬间安静，武将们纷纷请缨，斗志昂扬。远在北方的王庭可汗收到消息，更是一头雾水。前几日刚收到和亲的羞辱，转眼又接到宣战书，根本摸不透我的用意，满心疑虑。边关的三皇子得知此事，也心惊胆战，以为我察觉到了他的阴谋。军费风波刚平，御史中丞张安仓手持护板，跨步出列，高声道：“陛下，微臣有本要奏。”我抬手示意，讲。张安仓目光凌厉，直视冯怀，厉声弹劾：“陛下，臣参刑部尚书冯怀，太子殿下薨逝已经大半年之久，此案举国关注，人心惶惶。然时至今日，负责侦办此案的刑部尚书冯怀，却仍未有任何实质性的进展，微臣斗胆，请问冯大人，这究竟是为何？”冯怀面色一沉，缓步出列，从容应对。御史大人此言差矣，太子一案错综复杂，涉及众多，非一朝一夕所能侦破。陛下，微臣自接手此案以来，不敢有丝毫懈怠，日夜审讯，多方查证，力求还原真相。虽至今未有突破性进展，但微臣仍在全力以赴，绝不敢有丝毫马虎。张安仓冷笑反驳，句句紧逼，指责冯怀不作为，有心包庇。两人在朝堂上激烈争执，从公务争执到人身攻击，互不相让。我依旧冷眼旁观，看着这场闹剧。半晌，张安仓拱手恳请：“陛下，微臣并非有意刁难冯大人，只是此案关乎国本，关乎太子殿下的在天之灵，微臣不得不据理力争，望陛下明察秋毫，早日找出真相，以安民心。”我淡淡开口，给出决断。爱卿言之有理，冯怀，你身为刑部尚书，侦破此案乃是你的职责所在。朕再给你3个月时间，务必找出真相，绝不让任何人逍遥法外。至于张安仓，你身为御史中丞，有监督的权利，朕允许你调查刑部关于太子一案的卷宗，确保此案能够公正公平的审理。这本是两全其美的处置。谁知冯怀竟直接抗旨，搬出先皇施压。陛下，此事万万不可，刑部实乃朝廷重地，关乎国家安危，诸多秘密资料皆存放于此。先皇将刑部托付于微臣，是对微臣的信任。御史中丞张大人若要前来调查，有越权之嫌，还望陛下收回这句话。满朝文武大惊失色，冯怀这是公然顶撞新帝。我眉头紧锁，语气冷了几分：“你再说一遍试试。”冯怀被怒火冲昏头脑，仗着自己是先皇旧臣，执意顶撞。陛下，非臣有意顶撞，实乃先皇所托，不可儿戏。我嘴角勾起一抹不屑，冷声喝道：“好，那朕送你见先皇去。”话音未落，我抬手一挥，精纯浑厚的圣者之力撕裂虚空，瞬间轰向冯怀，一声巨响，空间震颤，冯怀连反抗的余地都没有，身体当场炸裂，血肉横飞，血雾弥漫在大殿之中，地上只留下一片猩红的血迹。靠近他的文官被冲击波震飞，哀嚎倒地，武将们也个个脸色惨白，噤若寒蝉。满朝文武彻底被震慑，大气都不敢喘，心中只剩恐惧。这就是圣者境的威能，一言不合便敢斩杀当朝重臣，雷霆手段，无人敢忤逆。我冷眼扫过全场，心里毫无波澜，给过他机会，偏偏要拿先皇压我，违抗我的旨意，死了也是活该。在这皇宫，在这朝堂，我说的话就是金科玉律，容不得任何人挑衅。